去找云朵姐问问，要不要一起去晒些果干。我过来是想问问云朵姐要不要一起去晒些果干，哪知连着来了3天，时间段分别是中午、傍晚加今天早上，地点没变，呻吟声没变。兽界的雄性雌性这么生猛吗？我还是离开好吧，怕打扰到他们。我没有家人，没有伴侣，必须在热季结束之前存到足够的菜干和果干才能活下去。至于找伴侣，我现在虽然看着猛兽变成人已经没那么怕了，但暂时还没那个想法。红红果子在枝头看起来很是诱人，但笔直粗壮的树干对它很不友好。好险，脑袋差点开瓢了。要是砸中了，他就是第一个穿越异世被水果砸死的人。周围没有比这个还要矮小的果树，给自己打气，爬不上去就只能饿肚子。我第3次从半中腰滑落下来，大小腿内侧旧伤加新伤，又要出血了。前2天都行的，怎么今天就爬不上去？在这里只有把自己捡回来的云朵姐会来找他，可刚刚不是还在不用休息的吗？这男人身材过于高大，胳膊上和腿上的肌肉鼓鼓的，手臂一条条青筋暴起，力量感扑面而来，刀刻般的脸刚硬冷峻，墨绿的眼睛配上一头银色发，很是妖异。在现代遇到这种人，我能隔着几十米就绕到爱情。修宁哥和云朵姐在山洞。他们俩在哪里关我什么事？对面小雌性害怕又防备的眼神，和白灵鼠一样。白灵鼠化形后胆子也小得可怜，每次见到我既防备又害怕，找到机会就拼命地往洞里钻。眼前这个小雌性也差不多，只是这里没有洞。他被捡回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了，谁能想到他连着3天来这里摘果子，哼哧哼哧地爬到一半掉下来后又接着爬，每天啥也不干就爬这棵树里，爬上去摘不了几个，声音却不小，让我连着几天睡不好。今天实在没忍住，过来吓唬吓唬他。想要好好的活下去，光摘这么多果子是不够的，存放不了多久，还是找个伴侣比较实在。果子管够，肉也管够，寒潮季能给你取暖，才不会冻死。不过现在眼前这个小姑娘，白白净净的小脸嫩的可以捏出水，细胳膊细腿的像一折就会断，心中闪过莫名的感觉。小雌性，我好几天没有进食了，把你旁边的果子给我吃。这里的雄性兽人力量有多大我是知道的，要是不顺了他的意，一拳过来我得完蛋。我果子还没下口呢，他已经吃上了。好好的一个果子偏要从下面开始咬，下半张脸被遮挡得严严实实，一副怕我把果子吃光了的表情，他桀骜不驯的坐姿给我一种，就算这个男人长得再好看，但一不小心惹他不高兴了，能随时弄死我的感觉。我果子还没下口呢，他已经吃上了。好好的一个果子偏要从下面开始咬，下半张脸被遮挡得严严实实，一副怕我把果子吃光了的表情。这里的野果树一棵比一棵高，你摘不了多少，摘下来放不久也会坏掉。我可以把它做成果干，这么大的太阳2天就晒干了。它的脸嫩的能捏出水，我的手有些痒了，想捏。第1天来摘这个果子就已经试过，切成一条一条的晒干后还会保留一些甜味。这么害只要保怕做什么？存的好，可以放。不是喜欢果子吗？是有些费牙。我上去给你摘。没想到看起来这么凶的人会帮他摘果子。这么多够吃了吗？够了够了，谢谢你。果干晒好了，我给你送一些过去。我本是食肉的，怎么会答应要果干？小雌性身上穿着不知名的皮，露出白嫩的肩膀和手臂，小腿内侧有些红肿，有种一捏就碎的感觉。突然觉得有些饿了，先去捕猎进食，再去泡个澡。这么多果子是运不回去的，没有装的东西，就在这里切好晒干后再拿回山洞。我没有刀，之前切水果是用的那种薄尖尖的硬石块，不好用也只能将就。来了这么久都没好好洗澡，今天正好放松一下。这么热你跑哪里去了？今天晚上咱们烤肉，一起过去吃。青佑没有家人，长得小小的，
既然把他带回来了，平时还是要多照顾照顾。谢谢云朵姐，我今天去摘果子晒果干了。不用谢，今天修宁没有外出，是野哥带回的猎物，一只大步胖毛兽。野哥今天为什么会带肉回来？但有的吃就不要问那么多。怎么感觉你比前几天还要瘦了？会慢慢长回来的，会慢慢长回来的。野哥是谁？这座山就是野哥打架赢来的。他脾气不太好，每天不是在打猎的路上，就是在打架的路上，其余的时间在睡觉和气组长。不过你不用害怕，他只打雄性不打雌性，只要不主动凑上前，就不会有事。好，我离他远一些。我身子单薄，绝对不能招惹脾气不好的人。原来云朵姐口中的野哥就是风野，他不止外表凶狠，本身也异常凶猛。野哥，快坐下，肉马上就烤好了。野哥，我吃不了这么多。青佑刚刚还在打听野哥是谁，如今野哥主动给他递肉，难道是野哥看上青佑了？我烤的肉比他们烤的好看，也比他们烤的好吃。你还未成年，要多吃一些肉，野果吃，不然会长不高。我就成年了，再怎么吃也长不高，顶多只会长胖。以后我烤好肉给你送过去，想吃多少有多少，保证把你养得白白胖胖。拿着，吃不完我吃。那个太烫了。有那么烫吗？我和雌性接触太少，从没留意过这些。现在不烫了。每吃一口，心里都莫名发慌。上午捕猎吃完东西后，脑海里就一直浮现这个小雌性的模样，特意又去捕了胖毛兽，它的肉最嫩，适合它吃。我特意留下一条大腿肉，其余都丢给了修宁。看到他和云朵亲密的样子，我也清楚自己的心意，我想和这个小雌性结为伴侣。没肉吃的时候格外想吃，肉太多了反倒让人难受的想哭。我吃不下了，你吃吧。他的牙口也太好了，看着都觉得牙疼。天这么热，应该渴了，喝完我送你回去。回山洞就10几分钟路程，这里十分安全，根本不用护送。被他陪着反而更危险。他们什么时候遇见的我不知道，但以前你什么时候见野哥会捕猎物回来？刚刚拿着肉回来时我就觉得不对劲。野哥一直嫌麻烦，不会烤着吃，怎么方便怎么来。今天特意烤了一条胖毛兽的腿，还非常小心怕烤糊了。青佑过来后，野哥的眼睛就一直落在他身上，贴心着嘞。放心吧，部落里有规定，未成年的雌性谁也不能动，野哥心中有数。野哥还没和哪个雌性靠这么近过，更别说烤肉给谁吃了。还不知道青佑愿不愿意。要是不愿意，野哥直接把他抢回去，麻烦就跟着来了。别忘了，幽默那家伙随时盯着这里呢。在我心里，巨营狼部落的雄性是最好的。青佑要是愿意，那最好不过，可以等成年了再结旅。想着自己要不要过去和他说说留在这里的好处，可刚刚他还说了野哥脾气不太好，青佑那软乎乎的性子肯定害怕这样的。明明才到这里几天，现在的事却恍如隔世了。我从小跟着奶奶长大，奶奶去世后便一直是一个人。除了上学就是在兼职，同学在到处旅游的时候我在兼职，同学在谈恋爱的时候我还是在兼职。长大的环境让我知道恋爱可以不谈，但一定不能没钱，所以我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闺蜜，也没有谈过恋爱。不是没有人追我，只不过我的心思没在这上面。常年不停歇的工作导致身材偏瘦，1.6米高103斤，标准的鹅蛋脸还带着婴儿肥，和1.7米几骨骼较大又前凸后翘的云朵姐站在一起就像个小豆芽，所以被当成了未成年。回想着枫叶今天做的这些事儿，和看我像是看猎物的那眼神，我一时有些惶恐。兽氏市北部有很多部落，有些部落的雌性如果能生崽子，会和各种雄性生，不能生的会辗转于各个雄兽人之间，像工具一样的活着。也有部落一生只有一个伴侣的，其中一个去世了才可以另找伴侣。巨型狼部落恰巧是其中之一，所以我一直庆幸自己没有受太多苦就被捡了回来，更没有想过要逃走，但想用自己这一张像未成年的娃娃脸，等慢慢适应了再找伴侣。至于寒潮，只要存够足够多的吃的，再加上会做火炕，不怕会冻死。可现在枫叶那一张像是会湿的脸一直回旋在脑海中，都怪昨晚胡思乱想，好久都睡不着。现在出门很热啊，还是不能停下来，明天就可以收回去。只好在没有找过的地方找找，看有没有能爬上去的果树。可惜找了好久也没找到，只能慢慢的往回走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过来躺好，我给你擦药。擦药就擦药，为什么要躺着？自己身上的伤口是在小腿和大腿的内侧，爬树时造成的，哪里敢让他给自己擦药？我自己来。照这样下去，哪还会有什么药汁给他擦伤口？用手接着。谢谢。他这个身高，就算他转过去，该看见的还是看得见。想摸，想捏。吃点东西，我现在饿得很。他这个身高，就算他转过去，该看见的还是看得见。想摸，想捏。吃点东西，我现在饿得很。
很少见男人有这么好的身材，没忍住偷偷多看了几眼。我还不饿，你吃吧。吃。不是说雄性进食后好几天都不用再吃东西吗？他怎么饿得这么快？喜欢这儿，硬实的，来摸。手臂上和腿上也有，全都可以摸。不摸。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想摸全身都给他摸。要是这只手放在我的脖子上，现在已经断了，他不想摸的。看这样子，要是不摸的话，还不知道下场是什么。我快哭了，这到底什么癖好啊？硬逼着我摸。以为不敢摸呢，看来是真的喜欢。手和腿要摸吗？修宁他们这时正在劫旅，没时间见你。这么大的太阳，别傻乎乎的站在那里晒，一会儿掉皮了。脚刚刚上了药，这么一跑又没了。回来，再站着不动，我就过去抱你回来。你知道的，你跑不过我。要多怂有多怂，说的就是我。风也说的没错，我跑不过他。就算能跑得过，又能去哪里？明明他是坐着没动，压迫感却没少。明明他是坐着没动，压迫感却没少。那似笑非笑的眼神，盯得我心惊胆战，没敢拒绝他给自己的脚掌心擦药。粗糙的大手划过脚心，让我忍不住的往后缩，只是抵不过他的力气，一点也动不了。我好像也没有做什么事吧？怎么这么怕我？这种太小了，又小又热。我去找猎物，很快回来。你在这里别动，不然伤口一直好不了。风爷，过来一趟。2天没见，我的脑袋里常常出现青佑的小脸，让我心慌慌，只想马上见到他。还说每天要给青佑送烤肉，结果一走就是几天，也不知道饿瘦没有。娘的，是谁？要是被我逮到了，打得你半个月下不了床。你可小声点吧，要是被风野听见了，会返回来打得你半个月下不了床。他什么事儿干不出啊？又没伴侣的，精力无处发泄，大晚上到处跑很正常。以前在他手下训练时，还真会回来打我一顿。我住的地方离这里那么远，又不是训练的时间，怎么过来了？大半夜的，在这陌生的世界，突然感觉有人在挠我的脚把条，不管是谁也怕呀。对他的印象就很凶，很不好相处，还不知道。他跑到我的山洞里来！你到我的山洞干什么？你到我的山洞干什么？这是我的山洞，不知道他想要干什么。更可怕的是，不管他做什么，我都无力反抗，想把脚收回来，却被抓得更紧。他就算是生气，声音也软软的。见你的脚受伤了，来给你擦一些草药。每年因为伤口死掉的雄性雌性不算少，不能不当一回事。我的眼睛不管是晚上还是白天都能看见东西，自然能看见他害怕的抖了抖，这表情实在碍眼。我又不吃了你，你怕什么？在现代家家洞府的门帘掀起紧闭，根本没有陌生人能闯进去。山洞门口我已经用东西挡着了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就山洞口的那些玩意儿，最多能让风吹不进来，里面更热而已。连一只没开花的小猎物都挡不住，怎么可能挡得住我？你又去爬树了。雌性成年的时间很长，部落里明确的规定，没成年的雌性不能动，会伤着。看不到他的表情，只看得到那一双绿油油的眼睛。看不见的黑夜放大了我的触感，我自己来，像一座小山的男人就坐在脚边，身上的温度隔的距离也能感受到，让我害怕的同时还面色发红。这些草药你捏不碎，我来比较快。不要，我自己来。小腿已经擦完了，紧接着就是大腿。我实在无法想象，一个只见了几次面的男人给我大腿上药是怎样的画面。不擦就不擦吧，再擦下去也不知道还忍不忍得住。希望他快点走。要一直在这里待着，别说睡觉了，我怕被吓死。我哪能不明白他的意思？这是想让我快走，可我不想走，就想待在这里，做不了什么，看着他睡觉也行。甜甜的，很纯粹，是我喜欢的味道。你没有伴侣，我也没有伴侣，我们结成伴侣怎么样？我们才见了几次面，太快了。我们可以慢慢先相处看看。部落里的雄性和雌性只要看对眼了，当天就会结旅。我们几天前就看对眼了，不会一开始就看对眼了。青佑看没看上我不知道，但现在没看对眼，以后也会看对眼。我还没有成年，不可以找伴侣。我想成年了再找伴侣。我养到你成年，自己的伴侣自己养，还可以天天看，想想就高兴。部落里只要是成年的雌性，都会马上找伴侣。
如果没有看对眼的，会被族长安排一个伴侣。没有时间慢慢来，我捕猎厉害，打架也厉害，不会饿着你，也不会让别的雄性雌性欺负你。我们很和，现在全身火烧火燎的，知道不能再留在这儿了，再留下来会真的忍不住。今天不愿意，那我明天再来问，明天再不愿意，就只能用我的方法来了。何风野真的要上这么快找一个雄性结成人伴侣吗？这些话告诉我，我不愿意会被抢回去。既然成年的雌性必须找伴侣，至少巨驯狼的雄性兽人一生只找一个伴侣，不用像其他部落能生的雌性不停地和不同的雄性兽人生孩子，也不用像不能生崽子的雌性成为部落里雄性的发泄工具。而且他还愿意给我时间缓缓，虽然是自己骗来的，也是好的。知道没办法拒绝后，我接受现实，并开始思考未来该怎么办了。巨婴狼不时实力强大，兽形高大无比，武力值高，护短，极强的团队配合，很少有兽人会去招惹他们。忠诚，一生只有一个伴侣，带着对未来的不安，一整晚没睡。天刚蒙蒙亮就起来了，以为风野一大早就会过来问我要答案。昨晚他那粗重而急促的呼吸声，仿佛还在耳边回荡着，宽厚有力的大手也在后背上轻轻触碰着，透露出一种强烈的渴望和意图。结果没看到人。云朵姐就是用这个来清理牙齿的，有样学样。凉凉的水浇在脸上，瞬间清醒了很多。看向双腿皮肤上全是干靠了的墨绿色药汁，红肿已经消了。正想着要不去里面游一圈，就看见水里飘过来一个冬瓜大小的果子，心一瞬间提到了嗓子眼。水里怎么会有果子？有人放在里面的？枫叶，同色的胸膛露在水面，上方那张面庞被茂密的树枝所遮阳，看不到全貌，但那头银色短发很显眼。脑袋炸开，不确定是不是他。真的是他，我衣衫不整地站在这里，他就在水里看，不知道看了多久。他朝我走过来了，我该往哪里看？我该往哪里看？昨晚想好了吗？行了，不逼你现在说。以后要洗澡叫上我，水里有东西，你一个人应付不了。这些果干够你吃一阵了，别再天天爬树，腿上的伤还没好透。草药我放这儿，晚上我来给你换。我自己可以换。我白天要去巡山，傍晚回来，你别乱跑，等我。他说等我，不是等我吗？是等我，就好像这已经是理所应当的事了。他说别再爬树，可是寒潮季快来了，这些果干还远远不够。我又不是巨俊狼，没有厚实的皮毛，没有锋利的爪子，我能靠的只有这些果子。来这里也有一阵子了，学会了清理牙齿，学会了晾果干，学会了光着脚走路，可我还是不知道在这个世界里我到底能靠谁。云朵姐很好，但她有自己的伴侣和生活。枫叶说她要我，可我不确定那是想要还是真的需要。她说傍晚回来，如果她不来呢？如果她今天说的那些话只是一时兴起呢？如果她来了，我又该说什么？站在洞口干什么？进去，晚上风大。今天巡山的时候，去组长那说了一声，我要了一个大一点山洞，在山腰上，不潮，冬天也暖和。你为什么要换山洞？这个洞太小了，你转个身都能撞到墙。我的伴侣不能住这种地方。吃，巡了一天的山，我也饿了。脚，昨晚的药该换了。这次我没有缩，不是不怕了，是知道缩了也没用。今晚我睡洞口，晚上有事就喊我。
他睡在洞口，不是回他自己的山洞，也不是非要挤进来，就是守在洞口，像一头守着领地的狼。可我什么时候成了他的领地了？醒了啊，吃完东西收拾一下，带你去看新山洞。山洞比这个大2倍，洞口朝南，冬天到太阳。我昨天已经收拾过了。你昨天巡山的时候顺路收拾的？不是顺路，是专门去的。怎么样？你一个人收拾的？说了，我捕猎厉害，打架也厉害，收拾山洞自然也厉害。真会夸自己。这里放你的果核，那边放草药。以后我打的猎物处理好了放这边。灶台在这里，冬天生火烤肉也不会熏到睡觉的地方。不是山洞，不是住的地方，是家。在这个陌生的、危险的、我从来不属于这里的世界里，他在给我搭一个家。你以后不会打我吧？哼，我打他，他是我伴侣，我宠着还来不及。在他眼里，我看起来就是这种会打伴侣的雄性。不会你还差不多。那我生不出小崽子怎么办？部落里生不出崽子的雌性不少，不能就不能。他这样生不了很正常。看上他的那一刻，我就准备好了。枫叶，我也会好好对你的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以后可不许喊累。我不怕累。我明明在跟他说过日子的事，他居然在说这种玩笑话。要不是还没摸透他的性子，怕他生气，我肯定要狠狠咬他一口。你还没成年，别在我脖子上磨蹭。我没有，磨蹭，我没有。这一路发了一不知想和带后抬头看了我5次，一会儿抬头，一会儿惊醒低头的，这还不叫磨蹭？就这力度还疼？我根本没用力，这娇弱到一碰就痛的身体，以后怎么办？你身上的肉是不是都长在前面了？一用力就像会被挤压到，以后多吃点肉。你别说了。行，不说了。再说下去，他不止脸会红，身上也快红了。昨天问你的问题，今天我再问一次。青友，我们结成伴侣，好不好？你哭什么？不愿意就……我不是不愿意，我是被你吓的。你每次都那么凶。那你就是答应了。来到这个世界后，我以为我会一直是一个人，一个人找吃的，一个人躲野兽，一个人等死。没想到，居然会有人给我搭一个家。早上应该还没吃东西，先吃圆果，我去抓些猎物回来。热季是兽人最喜欢的一个时季，山脉里不缺果子和食物，部落里大多数有伴侣的，声音传得老远，听得我牙酸，所以才抢了这个山头，住的雄性不多，才算清静了。可大风季一到，天一冷，很多雌性受不了冻，雄性要化成兽形给雌性和幼兽取暖。以前没有伴侣，想什么时候出去就什么时候出去，以后不行了，寒潮要在山洞给青油取暖，它才不会冻着。在这之前要做的事还很多。除了一张大大的石床，就只有一堆兽皮，并没有其他物件，居然和我之前住的山洞差不多，一样的空旷。在现代，只要自己努力就可以活得很好，嫁不嫁人都无所谓。结果到这个世界，为了活下去，刚来不久就把自己个穷光蛋，决定了要和枫叶好好过日子，该添置的就要添置。接下来更闲不住了，石洞里应该不常住，并不脏，有些灰尘。枫叶允许后，可以做一些短裤和吊带。这几天洗裙子时力都不敢用，就害怕给搓坏没穿的了。别的雌性吃的多我不知道，但休宁的伴侣云朵挺能吃的。青柚这食量，从嘴边露出一点就能把它养活。在等你给我烤肉。在床上睡会儿，好了叫你。脚上的伤还没好，那些东西以后再整理。第一个是因为我确实想抱，第二个就是青柚脚还有伤，白白嫩的皮肤上面有伤口，很明显，不好养着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好。这日子还真是过得粗糙，想找个东西给它擦一擦，奈何山洞里什么也没有，只能作罢。我想用这些做一身衣服，可以吗？那些全是你的，想做什么就做，不用问我。养伴侣是雄性该做的事，他想怎么用就怎么用。没有伴侣时，像那种质量一般的兽皮我看不上，随手就扔给其他雄性了，以后全留着，让他摸个够。他只是在腰间围了一张兽皮，没有缝过的痕迹，不用想也知道下面是空的，坐姿又随意，我时常不敢往腰以下瞧。他衣食住行，现在有枫叶，吃的是不愁了，衣服必须安排起来。家里有古针吗？刚问出来就觉得问了一句废话。石洞里一眼扫过去什么都能看到，哪里会有古针这东西？先吃肉。没有。平时说山洞说的太多，家里这2个字说出来还有不习惯，但我喜欢这2个字。总觉得被一个猎物被紧紧地盯上了，
老公是兽人，眼睛是墨绿色的，很正常。我先去找云朵姐借借，不用着急，你也吃。等你吃饱了我再吃，现在不饿。雄性什么样的肉都能吃，但如果要吃熟的，一天啥也不用干，全用来烤肉也不够。雄性吃饱后可以几天不用进食，不像雌性每天至少要吃2次。现在还没到中午，下午还要吃1次。天气太热了，我只能吃下这么多，咱们一起吃吧。吃已经5分清零清物似的，对不对？这牙齿也太厉害了。吃了几回烤肉，全是已经烤熟的，虽然盐味淡淡，但确实是放了盐的。枫叶全身上下也没放东西的地方，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盐？看什么？我看你在蚁肉上面放了什么？是盐吗？这关系到你放了长时间不制脸。现在是兽世，就算有盐，那也是很珍贵的东西。还没问你之前在什么部落，就算一直待在部落里的雌性，也不会不认识水盐果。兽世西部的。不是，我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，不是兽世西部，我们那里都是用盐烤肉的，只是盐很珍贵，不知道这里是不是也用盐。我不能是西部的雌性，我刚刚的样子肯定让他以为我想撒谎。我在这里太不了解，连东部南部隔着海域都不知道，北部也已经逼上了绝路。北部大大小小的部落我都清楚，里面雌性成年后还这么白净瘦小的基本没有。兽界西部的部落汇集了各种兽人和流浪兽人，一直盯着北部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我接下来面对的是什么？他怀疑我的来历，会把我赶出巨须狼部落吗？赶出去又能去哪里？长久和兽人生活在一起，迟早还是会露馅。刚刚觉得热，现在全身发冷，冷汗直流。我会做火炕，在寒潮时，雌性和幼兽不会受冻，死亡也能减少，还会其他的东西，会让部落里的兽人生活更方便。我这么瘦弱，对你们也造不成威胁。从小到大的环境让我知道人性的冷漠，我不相信和枫叶短短相处中会对我有多深的感情。巨影狼部落不会的东西，就是我的救命稻草了。虽然现实，但还是有些鼻酸。要是你实在怕我会伤害到别的人，也可以让族长不给我找伴侣，我一个人生活也可以的。可不可以不要把我赶出部落？我就住在之前那个山洞就行，实在不行，我在其他的地方去住也行。看不到就不会觉得碍眼了吧？说什么呢？刚刚是不是吓到了？不关你的事。北部和西方的兽人1年之前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，部落里的雄性死了很多。说到西父反应有些大，是我不好，吓到你了。就算你是西父的雌性也没关系，云朵也是修宁从西父带回来的。那你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的脖子？还以为你想掐死我，吓死我了。那么短的时间内你怎么想了这么多？真不会了，眼睛是天生的，以后我生气了会告诉你，不要乱想。这人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瞬间变得不正经。长脾气了啊？怎么了？没事找事的来了，我们晚上再说，在家等着我。哥，幽默那坏崽子带着阿伯和阿婶过来了，说你抢了一个未成年的嫂子回去。那家伙只知道告状，还无时无刻的盯着我们，真想打他一顿出出气，最好几个月下不了床。哥，嫂子在哪里？是不是真的还未成年？我想去看看。没看见哥现在心情不好吗？一会儿被打了，我可帮不上忙。二哥，你也是弟弟，怎么大哥就打我？阿伯、阿婶，等着，他们马上就到了。野哥，我还说今天去找你呢，结果幽默速度比我快，这就来找麻烦了。有事快说，没事就好。有事儿！枫叶啊，优妈和我说了，你找了一个未成年的伴侣，长得又瘦又小，一看就生不出崽子，就算生出来，身体也不好。你看看我家的优之，马上就成年了，胸大屁股大，想生多少崽子就生多少崽子。枫叶，咱们这关系彼此都了解，优之可比其他部落的雌性好多了。咱们之间隔着几座山，每年见不了几次的关系。你家雌兽能不能生多少好崽子和我更没关系。你们家那2个雄性，我跟我倒是有不少过节。等会儿回去的路上可得撒脚丫子盘问，千万别追上了，不然他们2个跟个傻子一样，有事没事找麻烦，可别被我们抓住了。就他俩闲得慌，可能皮痒了，想和我们打架。族长，我可没说什么。幽默和幽灵如果被打了，我可要去找你做主。全回去，这地方以后少来，被打了又来找我告状。族长你偏心，他把未成年的雌性抢回去了，你不能包庇他。巫医大人也来了，给那个摸手骨就知道我说的是真的。之前我偷偷的看过，那个雌性白白嫩嫩的，肯定未成年。清幽现在已经在我山洞里，要是不愿意，为什么会和我住在一起？你们为何要脏了是不是？敷衍！云朵姐，没想到巫医会摸骨，一摸就知道我已经成年。昨天晚上我还信誓旦旦告诉我没成年，今天就要被拆穿，要糟了。难道青佑真的不愿意？是野哥抢回来的？不然怎么这么不开心？云朵姐，只要让巫医确定我已经成年了，是不是就没事了？啊，你成年了？对，
今天刚刚成年，所以你不是被野哥抢回山洞的？不是啊，我自己愿意。走走走，我自己愿意。走走走，合着是闹笑话了。野哥不让他们上来，很明显是怕你不愿意跟他，怕你一会儿跟着族长走了。我听到了什么？昨天不是才说没成年？族长夫人，青佑已经成年了，你可以摸骨看看。很好，住在这个山头的都被他骗了，一会儿再慢慢说。古灵已经成年。青佑，你是自愿和枫叶成为伴侣的吗？自愿。我是死的，青佑不愿意能从我的山洞里下来，自滚！你打断他干啥？吓唬他呢？你别怕，要是不喜欢他，也可以当我的伴侣。你快去拉住枫叶呀！你的骨头比较硬，你去吧。我骗了他，还不知道他会不会生气。我可不会往枪口上撞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枫叶化成兽形，这又高又大，跟一座小山似的。之前还在想枫叶有了伴侣后性子会不会收敛一些，现在看来别说是劝了，不加火就不错了。青佑说的没错，小阿婶你比较老，骨头确实硬，被撞飞也没事。怎么样，野哥猛不猛？喜不喜欢？族长夫人还在旁边呢，这个时候适合说这个吗？风滚不管美化成兽形，可叨叨叨，我能知道为什么那么别害羞啊！我喜欢修宁就是因为他打架厉害，可以保护我，可以保护我。其他地方石头也很厉害。疼吗？明天你可能都没时间，后天可能也没时间。再让我听到这些话，就弄死你！部落里悄无声息的死了一个雄性，也不是没有的事。以前经常来挑衅他，枫叶大多数不会动手，不像今天，他是真的想弄死我。你还是真的跑走？果然，不管在哪里，骂人的词都差不多。骂了我就别说轻浮了。他这小身板能阻止我，胆子也小。如果下病了，我会在旁边挖一个山洞，把阿婶接过来，常年住在这里。好了，你骂他们几个就行了。说云朵和青怡做什么？我和你阿伯回去了，过段时间别忘了过来。他刚刚的维护是我没想到的。嫂子，你肩膀受伤了，去我住的山洞，那里还有你昨天摘回来的草药，擦擦伤口。雄性可不一样，有个带伤烤得快，明天早上就好。哎呦，擦药！生气了，凤鸣说的是真的吗？差不多，知道他太害怕才这样，原本也没多生气。了，你说过不会打我的，生气了也不能。不过听到这话真的有被气到。伴侣总之我会打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？总之不好受，总之不好受。明明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他，连一个手指头都舍不得动，他就是这么怕我。你为什么觉得我随时想要打你？你不说话不笑的时候就很凶，就有这种感觉。现在又死死捏着我的脸，更凶了。我说过不会就一定会做到，以后不要再问这种话，我不爱听。哦，那你生气吗？不算，就是忍得很辛苦。什么时候成年的？自己又给自己挖了一个坑。刚刚跟云朵姐说今天才成年，枫叶肯定不会相信。刚说了不再骗她，在她那里真的一点信誉都没了。这应该有好多个时辰了，应该没错吧？她怎么想都行。哼，是会说话的。不敢说话了。原本以为青佑还没成年，所以一直忍着，不然早就和他结侣了。哪里会去泡好多次澡？之前不是问我为什么一直看着你的脖子吗？不止脖子露在外面的想看，被遮住的地方也想看。我想要什么会直接去做。现在我想和你结为道侣，圆我们的情侣之约。枫叶，我们去泡泡澡吧，太热了，全身是汗。在外面？不是，这里可是有飞行兽人的，虽然有树枝遮挡，谁知道他们眼睛尖不尖，会不会看到？放心，每个雄性有自己的地盘，那个地方没人会去，也有山洞能遮挡住，不会有谁看见。我也不会让其他雄性看见你，只能我看。和他的腹肌一样硬邦邦的。枫叶，兽皮衣服还没做好，要是就只能裹树叶了。枫叶，力气也太大了些，还好没有淤青。昨晚一直被死死的禁锢着，要是在现代被折腾成这样子，我哪里还敢出门？还好这里遇不到什么人，不然我至少得在山洞里待1个星期。躺着，我给你擦药。他的身体哪里都软，让我不想离开，可我已经很忍着了，他还是疼。还疼吗？不疼了。这药你是从哪里弄来的？我去找了阿婶，特意让她拿的。他果然很直接，一点也不知道避讳这种事。部落雄性和雌性的力气相差巨大，这种药什么时候都有。我自己来。为什么不让我擦药？怕我看到？我们已经结侣了，怎么还这么害羞？他什么都说，昨晚一点也不和谐，大多数时间都在疼。我一直在想，不让我用手擦药，那就换个方法。枫叶和他名字一样，真的很野，说出来的话就一定会做到。昨晚我已经狠狠地验证过了，
枫叶，怎么有伴侣了比没伴侣还煎熬？怕它热着，特意选了一个离火远的位置，现在还散发着热度，这时吃刚刚好。果子也是一大早就摘好的，醒来就能吃到。今天胃口比往常好了很多。要不要再就睡睡一会儿？如果喜欢果子，过几天我去摘。也不用摘很多，换个口味就行了。成年的雌性已经不会再长高了，但可以长胖一点，抱起来软软的，更舒服。多吃点。吃不下了。这里挨着水，洞口被茂密的树枝掩盖，只有少数的阳光洒落下来，很凉快。里面的空间不大，大概是热季时才睡在这儿。老街来临的空旷，甚至连兽皮都是昨天带来的。按照枫叶的体力来看，大概率要和他在山洞里过上没羞没臊的生活。在这之前，最基本的生活条件要弄好。山洞里只有石床，最基本的石锅、碗、装水的石缸都没有。枫叶不怕冷，寒潮季可以出去捕猎，也用不上这些东西。可我不行，天冷的时候想喝热乎乎的汤，会让人全身都暖和不少。你睡得着吗？我睡不着。你一直在我怀里动个不停，觉得我能睡着吗？以前从来不知道自己有这么能忍，不抱着难受，抱着也难受。睡不着就起来干活吧。我之前说过会做火汤是真的，可以让雌性和幼兽在寒潮季不受冻，减少伤亡。兽械的东西没现代齐全，火汤做出来效果可能也没那么好，做出来能保暖就不错了，其他的以后再慢慢改善。之前想说来着，但他们很忙。青佑说过，我当时想着其他的事，并没有放心里。这个时候再听一遍，内心有了更多的想法。每年会有钢化型的雄性，为了能让他们在大风季更好的活下去，在那之前需要教他们捕猎技巧。这件事每年是我在做，今年也不例外。我什么事都可以拒绝，但这个不行。部落里只有强大的雄性多，才会让其他部落有所忌惮，才可以更好的保护雌性和幼兽。我和他视线相对，触动了内心最柔软的部分。乖乖在家等我回来，我会尽快回来。我会和修宁换着去，吃的喝的不用愁。你可以和云朵一起做想做的事，有需要直接告诉他们，我会交代清楚。部落强大了，我们才能安全。在这里，只有靠部落的雄性保护，而我现在有力气了。回去试试才知道能不能行，可以早做打算。声音震耳欲聋，有一种小时候的感觉，有事全靠吼。只不过这声音更大，传得更远。在他们过来之前，没忘记去找的雄性看到我，真的是……野哥，有什么事啊？上次有这么大的动静，还是西西的雄性过来，不得不严肃起来。等全到了再说，不是打架的事，但很重要。真是吓死我了！我未成年之前一直生活在兽氏西部，知道那里的雄性有多可怕，以为和西部有关系，心瞬间提了起来。听到野哥这么说，才松了一口气。到底是什么事儿啊？来到部落这么久，没有要紧的事情，都是各自生活各自的，这种情况很少见。我会做火炕，既然决定要做，没什么好瞒着的。什么事儿这么急？告诉他们怎么做，尽快动起来。还有几个带着伴侣出去玩了，回来要久一些，不等他们。我从小就是睡在炕上的，自然知道火炕是怎么做的，要用到什么，什么顺序，怎么做。大哥，你对我真好，这种好事第一个想到的居然是我。我就说嘛，虽然大哥平时打我最狠，但有好事想到的绝对是我。算了，弟弟是什么食性早就知道，别指望他能变聪明。要用到什么，什么顺序，怎么做，别发呆。要用到什么东西，枫爷已经写出来了，先准备好，做出来了才能看到效果。你们再发呆也不迟。一人记一个，准备好不放在风鸣的山洞里。他现在没有伴侣，山洞炸了也可以到风岩那里去集集，再合适不过。你想多了，现在只有你和风岩没有伴侣，山洞要是炸了，还可以去风岩那里集集。快点，别磨磨蹭蹭的。我去找这个。来这里。我因为以前的遭遇，觉得巨型狼部落是最好的，就把它带了回来。哪知道捡了一个宝贝啊！到了寒潮，有雄性取暖，肉食足够，每个部落还是会有雌性和幼兽死掉，因为雄性要进食，不能时时待在山洞里。巨银狼部落的雌性和幼兽全能活下来，部落会变得更强大、更安全。我有了小崽子之后，也不用怕熬不过寒潮了。这一刻，青佑变得不一样了，真想抱着他好好亲几口。青茂，你真好！云朵姐，你干啥呢？突然来这里出，把我整不会了。青佑，火炕真能做出来，你就是我的大恩人，不只是引导你被大恩人，还是部落的大恩人。那地方环境不好，没有北部这么多的果子抢雌性。要不是北方的雄性团结，那么现在住在这里的就是西部的雄性兽人了。西部的部落是有很多流浪兽人组成的，雌性在他们眼中就是生崽子的，根本不会像巨型狼部落一样，每个雄性雌性的惨白不会有现在过么好。怎么打得过去他们？大伙我一个，生了下了我一个，后面生不了了以后过的那些日子，让我记忆犹新，永远都忘不了。部落雄性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强大，以后我们不用再担惊受怕了。昨天优之身上穿的衣服虽然松松垮垮，还全是洞，但不难看出你这道征团是用线做出来的。还是等一会儿问问枫野吧。男人应该不会这样在乎这些小事。明天再做，回去。我见到过很多次青佑踩着比较坚硬的石头会露出痛苦的表情，明明一样光着脚，他的脚上却有好多伤口。走吧，你的山洞虽然没有炸，
但乱糟糟的也没法睡。过去和我挤挤。我原本就没想在这儿睡，二哥不说我也会过去，也能随便找个地方睡。可化成兽形太热，不化成兽形又有小虫，还是在山洞里睡着舒服。咱们也回去吧。嗯。别捏了，还是赶快回去洗个澡吧。洗肯定是要洗的，还要和伴侣一起洗，在水里泡泡，去热气。到这里后就凉快了很多，但和水里一比，当然水里更凉快。整个人都蹲下去，只露出一个头。以前刚学游泳的时候，兴致很高，恨不得时时泡在游泳池里面，比这时间长多了。猎物在做火烫时让风岩去抓的，我可以不吃，青柚不能不吃。饿了先吃点，肉还要等一会儿才熟。觉得自己有些惨。怎么过来了？这里热？没有坐太近，也不是很热。要是又出汗，就去洗，就再擦一擦。不知怎么在现代听多了气管炎，变成了夫管炎。不是不让洗，是时间不能太久。做火炕的顺序我已经记下，那里太热，明天你就不去了。做好后再带你去看。你可以让云朵来这里陪你，也可以去找她，能说说话。我听修宁说过，云朵说过，大风季一个人待着无聊，没有人和他说话。这些是我该做的，青柚只需要在我身边就好。昨天优之身上穿的衣服是用什么做的？我眼神没你好，没看清。线球上面长出来的丝做的，那东西一扯就坏。长在树上的，这完全颠覆我的认知。那应该不是线，既然能做衣服，也能做其他东西，管它长在哪里呢？你喜欢？喜欢，可以做一些东西出来，用处可多了。早点睡吧，明天才有精神。一到热季就这样，浑身发烫。以前睡不着就在外面乱逛，现在被伴侣拉着一起躺着，还挺新奇的。睡得这么睡，我知道你醒了，现在已经不肿了，只是还有一些红，是不是已经好了？我知道你醒了，现在已经不肿了，只是还有一些红，是不是已经好了？没有，红着就还没好。刚刚背上没有差点被吓死。就算睡得再熟，他刚才的动作也早就把我弄醒了。这哪里是普通虫子，分明是个大虫子。没有，红着就还没好。我背上怎么有点疼？是不是被虫子咬了？差点，就算睡得再熟，刚才那些动作也足够让我醒过来了。是被虫子咬的，还是一个大虫子？我知道你是故意的，可我还是心软了。香香的。这就是线树，那些丝线从树枝上垂下来，随风飘着，像宝贝一样，有种毛线的质感。虽然没那么粗，用力也会断，但这就是我想要的东西。青柚想用这个做穿在身上的皮，这东西很细，被风衣就全部缠在一起，弄起来很麻烦。做皮更麻烦，兽皮穿着更舒服，我可以帮着一起摘。有爬果树的经验，这棵树更简单，还不会伤到腿。云达姐，这摸起来很柔软，是好东西。热季可以兽皮，但寒潮季的时候，里面贴身一层这个做的衣，再套上毛茸茸的兽皮，会更暖和。冷的时候，咱们还可以用石锅烧热水，用它来擦擦脸，想擦的地方都可以擦，用起来很方便。烧的火堆不敢离太近，只能感受到轻微的热度。家里有幼少的，还不能一直烧，会很呛。听你这么一说，用处是挺多的，可一点也不好弄啊，做出来全是洞。有洞就有洞呗，能用就行。你可别拉我，一会儿我把你拉下来了，要是摔伤了，野哥肯定会来找我麻烦的。你刚刚望着树没看见，走之前野哥对你说了那么多话，修宁和我在旁边都惊呆了。多摘一些回去，我知道怎么做，可以把它们弄得整整齐齐的。真的？那你教教我。山洞里面虽然东西多，但这东西做出来的还真没有，我没那个耐心。我虽然还不会做衣服什么的，但会织围巾啊。依葫芦画图总不会错，可能会丑一些，但肯定能做出来。这么小的丝都可以做成用的东西，那长毛肯定也可以，比这个粗，还比这个大，也不会像这个缠绕的那么紧，做起来方便多了呀。长毛？对啊，还有白圆球呢，那些比这个好多了，还可以洗澡。火烫做好后，山洞里是不是一点也不冷？到寒潮季，我们把洞口封一些，尽量让冷风进不来。炕上面和周围都是暖和的，就算周围不暖和，炕肯定暖和。用热水擦擦身体肯定可以。这笑声真的很有魔力。寒潮雄性会出山洞进食，部落里的雌性在那之前会摘些回来放在石床上，会更暖和。那不放在野石床上的，兽蟹只有3个季节，好多植物和果子都在短短的1个季节内开花结果成熟，让人就有些匪夷所思，又觉得很正常。那附近什么地方有？如果真的是野魔花，以后就可以睡软软的床了。白圆球还要等一段时间，倒是带你去多摘一些回来，流血的那几天也可以用。秦友现在成年了，要用到这些，但他肯定没有。一会儿先去我那里拿一些。这个说法还真是直接，确实要流血。中午去你的山洞看看有些什么，我照着做一些。枫叶之前用不到，山洞里面光秃秃的，要准备的东西还很多，我很想去看看，看看要有哪些我不认识的物品和东西。他确实知道是什么东西。你也只仙姐不一样，他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人，什么东西可以做什么，知道的一清二楚。去呗，反正修你有事做，我也闲着。再说野哥肯定会让你和我在一起的，不是在我们的山洞，就是在你们那部山洞。可能看不远，是我太瘦溜胆小，他觉得我走路都会摔倒，被当成瓷娃娃了。我刚刚来到巨青狼部落，比你还胆小呢。只要是女生，就没有不喜欢听八卦的。想不想知道为什么？
我没成年之前一直生活在兽市西部，过得苦兮兮的，能活着全靠命大。之前西部的雄性兽人到北部来抢东西，北部的雄性也打了回去。然后我遇见了高大凶猛的修宁，就让他带我回来。但怎么回来的我就不知道了。回来之后我就留在他的山洞。修宁的阿娘觉得我是西部的雌性，不愿意我留在那儿，让我和部落里未成年的雌性住在一起。还有一个喜欢修宁的雌性，连着2天来说我不要脸。可我是在兽市西部长大的，骂人的话听多了，只要修宁没让我走，我就不走。要成年了，我就天天跟着修宁，他往哪里走，我就让他带着我。被我缠着没办法了，没多久我们就结成了伴侣。他知道继续待在西部没什么好日子过，勇敢的摆脱那种环境，真让人佩服。之前的山头雄性雌性比较多，一出山洞少不了要被指指点点的。修宁就带我来到了这儿，这才清静了很多。之前以为他和我结成伴侣是被我纠缠的。去年寒潮，修宁害怕我被冻死了，实在饿得不行了才出去进食，又飞快的赶回来给我取暖，我才确定他也是喜欢我的。就没了？谈恋爱的过程呢？我还听得正有意思呢，怎么就没了？没了？我们俩之后不是快乐的在一起了吗？就只等着生崽子了。节里的事儿你也想听啊？干活干活，这些事哪是我能听的？我还很小，爸爸去世了，妈妈改嫁，和奶奶一起生活在农村。农村里面的婶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你爸爸是个命不好的，早早就去了。你妈也狠心，把你扔在这儿不管不问，不回来看一下。你奶奶命最苦，年纪这么大了还要养着你。这些话听多了真的会自卑。可我的处境还算是好的，不远处的邻居叔叔生了2个女儿，从来不管，只知道喝酒打牌，喝醉了回来就打他们。有一次我亲眼看到2个姐姐身上被打的全是淤青痕，旁人提起时只会说做孩子的哪里不会被父母打的。所以我不喜欢那儿，一直想带着奶奶离开，认认真真读书的同时开始不停的坚持。遗憾的是，奶奶没有等到我长大也离开了。人生好像真的没有一帆风顺，做到自己能做的，好好生活才是真的。他看着我的眼神，哎，早上他说了好几次别爬树，我怎么就忘了呢？原本就喜欢毛茸茸的不一样，这棵松的就可以爬上来，摘的这些东西我可以做些贴身衣物，也给你做。今天早上已经在他背上做了一次，现在还是有些怕。这个高冬天肯定很暖和，真好。化成兽性后，有一层厚厚的毛，实在太热，有些事得清于我来说根本来做。这天虽然有树叶遮挡，还是热得很。而我在旁边看着，怕他累着，怎么还不高兴了？怎么晚上倒下去就能睡着？白天力气又这么足，在山洞里多歇歇，晚上才有力气。大白天的，你说去找云朵，他们在山洞里一待就是1天。受限的阴气雄性哪里不正经？想做，我就是太正经了，才那么由着你。白天跑得飞快，晚上除了痛还是痛。风野，云朵姐他们还在这儿呢，你再胡说，我就要掐你的嘴了。你怎么什么地方都舔，手上还有汗呢？那天你挺喜欢的，我能感受到。我感觉自己像没穿衣服似的，真的快绷不住了。风野，现在在外面呢，你再这样我生气了。至于生不生气，一看就是害羞，跟个小崽子似的，再生气又已经结侣了，亲友怎么还是这么害羞？多说几句脸就红，让我更想欺负。梁宁和云朵已经走了，没有谁听到，现在是不是可以说了？这么热，回去了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这么不正经，又那么自然的，那双眼睛就像把我吃了似的。说不过就要走啊，让我抱抱姐，才一会儿我们看得见，也可以去做火燎，但亲友一个人睡觉肯定怕，得回去陪着，所以只能白天多做些。回来是为了接他回山洞，烤些肉让亲友吃得饱饱的，就又要出去了。下午更热，别出来了。等忙完后我去接你。下午我和云朵姐待在山洞里。几个雄性力气大，速度自然很快，就是还没习惯做这么细致的活，粗手粗脚的，总觉得没做好，改了又改。打算把风严风明的山洞做好后，再做自己的山洞。这个事越做越顺手，最后做的肯定会做得更好。大哥，这马上就好了，也没什么好看的，歇歇吧。让我好这么奇怪。你说你以前不爱说话，没事还打我，现在怎么有嫂子了还是不爱说话？嫂子受得了你吗？野哥哪里是不爱说话？你没看见，他已经让青佑骑在脖子上了，以后还不知道会怎样的。一大早我就去打了猎物回去，中午云朵会带着青佑烤着吃，那些丝下午弄完了再去脱。可野哥偏偏不愿意，说的什么呀？说青佑脚上的伤还没好，走久的会一直好不了。野哥有了伴侣后跟换了一个人似的，和以前完全不一样。我敢肯定，要是没有青佑，做火对他来说可有可不，反正他也不怕冷，哪会这么积极？谁的伴侣谁来宠？大哥说我笨手笨脚的，所以一中午都在外面跑，需要什么全是他弄回来的，还要去抓猎物。没听到这些话？你还说我大哥呢？你不是还是让云朵姐骑在你脖子上吗？我们现在在说谁？你这转眼就说到我身上来了。这个距离很安全，要是被踢，我也能快速的反应过来。大哥，我也想要一个伴侣。想要伴侣就去找，跟我说有什么用？我还能去给你抢一个回来。我也想啊，可前段时间给他们送了许多猎物，刚说出要和小九成为伴侣时，他就说你以前打过他的哥哥，不是个好雄性。不认识什么小九，也不知道他哥哥是谁，和我打过架的雄性太多，早已记不清。风鸣，你可以啊，什么时候做的事儿？我们怎么不知道？就前段时间和二哥出去的时候，比你2个哥哥强。要是像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伴侣，你二哥也跟个木头似的，还是你最有出秀。自己的伴侣自己找。你见过我让别人找伴侣吗？还真没有哥哥给弟弟找伴侣的，要是有个阿姐就好了，可惜没有，哥哥指望不上了。大哥，
阿婆说今年有个要成年的雌性要给你当伴侣，你是不是不记得？我当然知道你没同意，要是同意了，热季刚开始你就会过去接回来，哪里还会那么悠闲的睡大觉？可是阿婆一直想给你找一个身体高大壮崽子，她那性子你也知道，肯定过不了多久就会找来了。嫂子和各方面都不符合阿婆的要求，到时候会不会被欺负啊？就像云朵姐一样，已经和修宁成了伴侣这么久，还是不被修阿婶喜欢。现在也不是不喜欢，因为阿母不喜欢也没用，就是又开始催生崽子，时不时来一下，云朵也开始急了。你多想想怎么找个伴侣回来，其他的别管。我没把这个当回事儿，之前和雄性打架打得太多，什么性子在这附近都传遍了，就算不高兴也就那样，说也说不过，打也打不过，也不能把我怎么着。至于他们喜不喜欢清油，我就更不在乎了，又不和他们住在一起，我喜欢就成。山洞里的东西也不算多，只是对比风野的山洞里就好太多了。第一感觉就是这白圆球太大了，比手掌还大，有点像棉花又不像，一样的，很柔软，很暖和，终于可以睡软软的骨头疼。我的执念便是要先做几身衣服出来。云朵姐，借我骨针用用。这些东西我来整理，你先做皮。在这个山头，我们的山洞里兽皮最多，之前修宁在野哥那儿要了不少，全部堆在了这里，随便用。放着，你来整理这些东西，我来给你做皮。我自己来，刚刚已经试过了，可以的。又被嫌弃了。你也不嫌热，这就咱俩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如果住在其他山头，到了热季，雌性出门大多数身上全是花花绿绿的，见多了就不害羞了。可小仙鼠这树叶没一处可看的，还是挂着吧，还能保护皮肤不被晒伤，热就让点。有很多，野哥身上的劲儿都用在这儿了呀。不是劲儿都用在这儿了，是只能用在这儿。自己也是真的很不适，别的地方得不满足，就在其他地方找回来。这些痕迹就是这样来。刚刚和修宁确定亲密关系，日常生相处多了亲密互动，还是挺有体会。过段时间就好了。要是伴侣分开了，还会想念呢。大裤衩是给风野的，鞋子是自己的，能勉强穿进去不会掉。热季用不着，冷的时候可以穿啊。吃饱了吗？野哥，你这话问的像是我会虐待清油一样。我习惯问上一句，还真没往哪里想。吃饱啦？今天很忙吗？我以为你很早会过来。做了一些东西，晚了一些。清友身上真香，连呼出的气都是甜的，想低下头亲一亲，又想到他害羞。上来，伴侣没理解，回去了。我不像风野能看清路，要是自己走会走很久。再不害怕了，只好拿着石锅一起来，坐到肩膀上来，拿着东西搂不住你，时间久了，你的腿也夹不稳。风野是想让他坐在他的肩膀上，想用手抓住捏一捏，不用抓这么紧，我不会让你摔掉下去的。要真能没坐稳就不成。这么紧张，让我立刻丢掉手上的东西也能接住你。你身上太滑了，我用了很大的力气也抓不紧，心里有些苦。我还从没这样坐在别人的肩上过。我抓着耳朵，行吗？这力道，耳朵都能给我抓长了。以后带着它，手上不能拿东西，抱在怀里比较合适。你觉得哪里合适就抓哪里。不是在做火炕吗？怎么有时间弄这些？我也很想把这些东西添齐，可火炕关系着人命，为了尽快的传下去，这些只能往后面挪下来。这些本来就要做的，有时间就做。会顾家的男人最棒。清佑好像还没抱过我，就算抱也是被迫的，反应慢了点儿。之前我们一直用的竹筒喝水，就大碗的碗口那么大，这个直径都有1米多了，不确定是不是？就是长结树，用来喝水那种是砍得小的，这个是大的，只能热季用，寒潮会被冻裂，还是要做好了，放在另一个山洞。石锅拿到这里来，是为了方便清佑煮东西吃。去洗澡了。还有好多话想问，人就已经脱离害羞的样子，不是说不骗我吗？你是只骗我吧？那不是你力气太大，我害怕吗？可真是在他身上，我还在看作一样，没有肿，只是红红的。于是又问了一遍，这个事情问了2遍，2遍你都在骗我。要是我，真的会让你躺在床上几天下不来。既然觉得我的力气重了，那你来。让他来，他是先该帮还是该封眼？我这样说只是为了吓吓他。清佑太害羞了，没指望他会主动。他脸蛋红红的，连呼出的气都变热了，是想做些什么，只是不知道如何下手。眼睛从上看到下，喜欢哪个部位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知道今天晚上是逃不过了，主动点说不定会舒服一些。手感很不错，之前喜欢也不敢乱摸，毕竟摸了之后会发生什么，心里还是有数的。时间久了，居然也感受到有些口干舌燥，不知是不是在溪水里泡久了的原因，被泡入味了，全是溪水的味道，很好闻。只要看见清佑，我就忍不住想抱他，吻他。之前一直忍着，全是担心他身上的青紫伤痕还在疼，被他这样主动一撩，我再也撑不住了。和往常一样，先去采药摘野果捕猎。火炕已经完全完工晾干，等忙完再检查火炕的使用效果。昨晚烤好的肉还放在一旁。清佑还没醒，铁骨兽的骨头硬度极高，部落里绝大多数雄性的牙齿都咬不动。我手上这些骨头还是去年大风季和修宁一同狩猎得来的。修宁早早拥有伴侣，平日里随时需要用到骨刀切割食材、处理兽皮，所以去年就把属于打磨完毕。我却一直把骨头丢在角落，从未动过。如今有了清佑，要把所有骨头全部做成刀具。小巧骨刀用来切野果，宽大骨刀可以砍树枝，等到寒潮降温的时候刚好能用上。
以前部落里不管雄性雌性，见到我都说我嗜睡，现在我的伴侣比我更能睡，连饥饿都感知不到。野哥，涵涵怀崴子了，挺好的。我听大哥说了，野哥你找了伴侣，是青佑，是野嫂子。只有你回来了，修成呢？别提他，他看上了一个雌性，被雌性的阿爹给打了，现在还躺在床上哼哼唧唧的。听到动静赶过去的时候，修成已经躺在床上了，族长夫人正在给他上药，正巧涵涵说肚子不舒服，查验之后才知道怀了崽子，忙完天都黑透。大哥让我先守着涵涵，我才连夜赶过来报信。你已经知道我们在做火炕，下次搭建的时候过来看着，很快就能学会。昨晚折腾到后半夜，我本以为他会和我一同休息，没想到他天不亮就出门了，仿佛完全不需要睡眠。兽人难道体力都强悍到这种地步吗？我心里是真的在生气，直接晕过去。青佑，我错了，先喝了肉汤再和我生气，打我骂我都行。以后听你的，不会这样了。我一个不服就干的雄性，做这些讨好伴侣的事还真是不自然。这皮糙肉厚的，打他只会让自己手掌疼，他却不一定会疼。昨晚气心了，用指甲在他肩膀上抓过，现在一看一点痕迹都没有。至于听他的，在床上这些话一点说服力都没有。我只是想表达一下气氛，并没想过要冷战。既然他知道错了，就不再不依不饶。好喝，原来好的食材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法，没有什么腥味，很浓郁。下面还有一大锅，多喝喝点，以后才不会像是快晕过去了似的。还有，我喜欢你的声音。脑袋嗡嗡的。你太瘦了，才多久就承受不住了？承受不住，承受不住！现在脑子里全是这几个字，要怎样才算承受得住？可能是因为哄骗了他的原因，也有可能是开始主动一下的原因。他尤其的兴奋，出了一身汗后又去了水里，水花四溅的声音好像还在耳边回响。回到山洞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，就很无力。别捏了，一会儿手指就很无力，打不过风野这很正常，毕竟体型力量都比不过。可为什么痕迹都留不下？太软了，一点都不锋利。不管现在和他说什么，在他嘴里这个事情上面就是会变得不正经。屏蔽掉我想表达的事，说他想说的话。还要晾果干吗？我去摘些你没见过的回来，比之前的那种好吃。胖毛兽的肉是不是吃够了？我去抓些其他猎物回来。以后我会小心的。今天先陪陪青佑，他喜欢果子，就去摘些果子回来。你乖乖在家等着，我先去把果子摘回来，再陪着你。现在太阳正大，出去很热，雌性长时间在太阳下晒会生病。是不是很远？如果太热了，你也早点回来。其实我还是想去的，不过体质是硬伤，果干之前已经晒了一些，只不过品种单一，晒点其他的换换口味也好。我知道，今天太阳太大，改天早上不太热的时候带你去。迟早是要有伴侣的，不用像我一样有伴侣了才来忙活这些。在旁边看着心里直呼牛掰，这动作真的好快。对了，山洞里的果干昨天已经拿了出来，云朵姐尝了尝，兴趣很大，你要不要叫上修宁哥一起？要是有，我的伴食是试着别的雌性是怎么回事？你忘了，我可是云朵姐带回来的。要是云朵能遇到，放心，云朵那性子，只要想要，一定会让修宁去摘。说不定现在山洞里已经堆了很多。我也想起云朵姐之前说过，想要什么一定要和伴侣说，不然他们不一定会想到。由于来到这里第一个见的就是云朵姐，还是救命恩人，对她还真不一样，所以自己会的也想让她弄一些，下意识的忽略掉云朵姐是什么性格。这张脸太好捏了，实在忍不住。难怪汤炖出来那么浓郁，刚刚忘了让枫叶喝掉，放久了也不知道会不会坏。这边有几棵比较矮的树，树叶很大，先弄下来放在地上，果子切好后直接放在上面晒。可我还是太看得起自己了，鼓刀很快，我的力气实在不怎么大，感觉像在砍树一样，砍了好久才有一块叶子掉在地上。我来帮你砍。幽默、幽灵，他们俩不是被枫叶打了吗？还打得那么惨，这么快就可以下床了？你们来这里干什么？云朵姐说部落里每个雄性对雌性都很爱护，但我还没有忘记这两个雄性和枫叶不对付，谁知道他们会不会突然发疯？现在枫叶没在，他们对我动手怎么办？这离枫叶与风鸣的山洞并不近，我扯着嗓子喊，他们也不一定能听见，一时不知该怎么办。跑过来，昨天枫叶他们几个在风鸣的洞里面做东西，我们俩也在远处偷看着，只是不敢走近，要是被抓住了又是一顿打。我们跟做贼似的，连兽形都不敢化，就怕身形太大被发现，只好化作人悄悄咪咪的摸过来的。觉得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模样，不像是来找麻烦的，满头雾水。你看这么多够了吗？这两人到底想干嘛？但不管自己可以换把纯净，但不会做什么，还会是慢慢的，还是很死心吧？想来撬墙角，还真是不怕死啊！上次被揍得满身是血，还顶风作案。我已经是枫野的伴侣了，这些东西我不要，你们拿走吧。枫野马上就回来了，如果我受伤了，你们两个肯定会被揍的。枫颜和枫明也住得不远，我喊一声他们就能听见，你们肯定打不过。你们家里还有阿母和妹妹呢，要是敢乱来，他们也会遭殃。你骗人！
早上我们过来时，风爷和风鸣还在用爪子挖着石头呢。风爷离开嘴里还咬着东西，肯定是去给你摘东西了，没那么快回来。我们可是盯了好久，风爷走才敢冒名，不然现在还躲在我大石头后面。合着这两个早已观察好了才冒出来的，等的就是这时候，这是早有预谋啊！跑不过，打不过，求助还不一定会被听见。你别喊！怎么话还没说几句就开始喊人了？这要是被发现了，少不了被打。枫叶的伴侣看着柔柔弱弱的，声音怎么这么大？这里有很多石头，被水浸泡后，有些还打滑，根本跑不了多快。我知道你已经是枫叶的伴侣了，没想把你抢回去。我们只是想问你一件事。对啊，我们只是想问你些事儿。你跑这么快干嘛？要是我们真敢这么做，枫叶真的会弄死我们。这些事他绝对干得出。只是这些话我们没说出来，会显得我们很弱。说的这些话，也好像真的只是想问我一些事而已。放开嗓子干吼了一会儿，二次受伤，声音已经有些哑了。风言和风鸣听不听得见，全靠运气。我最开始就问你们要干嘛，你们两个又砍树叶又拿猎物的，就是不说话。我能怎么想啊？只能想这俩人不怀好意。我们还真没其他意思，就是想着要问话之前肯定要送些东西嘛。别的雄性都是这样干的。风野之前又不稀罕我们的猎物，但雌性不一样，只要是雄性送的东西，大多数都会收的。可风野的伴侣不收就算了，还大喊大叫，把我都弄懵了。你别怕啊，部落里有规定，所有的雄性都不能伤害雌性，不然不是赶出部落那么简单了。也看出我们两个不受待见，只好把这些说给他听。有话快说，有事快问，真的是我一句又一句的，说不到这。我们就是想问问，昨天风野说完了，快点走。我们改天再来问你。嫂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嫂，怎么了？他们又是砍树叶，又是送猎物的，我还以为他们两个不怀好意，后来才说想要问我一些事情。听到你们来了的声音，又跑掉了。那两个东西贼心不死，之前一直盯着大哥，现在又盯着嫂子，我去把他们打一顿。这两个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一天天的不找伴侣也不睡觉，就盯着我哥了。嫂子，让风鸣在这里陪着你，我去问清楚。我想说等风野回来再去吧，毕竟他一个，幽默和幽灵两个，一会儿吃亏了。他们只敢偷偷的盯着，不敢和我们打架。嫂子不用担心。去找点事做。幽魔没这个胆子。他们一直盯着大哥，也是些很小的事。可撤回去找了嫂，我不先去问清楚，等大哥回来，才不管他们到底是想问什么事，肯定会打死他们。这两个傻子从去年就一直盯着大哥，时不时的来偷看，被揍了几回还是不改，气人的很。大意了，单纯是单纯，也确实有话就说，但不会考虑那么多。看来从他嘴里问不出什么，还是要问风野。大嫂，这猎物肉很硬，一点也不好吃，我可以吃吗？小小的一只吃不饱，但他们我去给你拿过来了，不吃过不了多久就会臭。吃吧，你大哥煮的肉汤还有一大锅，那个也可以吃。不行，那个是嫂子你吃的，我不挑，吃这个行。不烤肉也不煮肉汤，但知道这些需要很长时间，肯定是大哥煮出来给嫂子吃的。这两个这么老实啊，居然乖乖跟着风言回来了。敢不来吗？不来，等大哥回来，他们不死也要脱层皮。说吧，来找嫂子是因为什么事？大概原因我能猜到一些，按我来说就是闲得慌。一边磨骨刀一边说。我见着他们两个就烦，当然不会让他们闲着。我这个当弟弟的还忙个不停呢，他们凭什么坐在那里动都不动？只说话就可以了。就这个事儿绕了一大圈，又是送猎物，又是帮着砍树叶的。我自己刚刚开始问，他们说了就没这回事了。风言，你说过我们回来说清楚就不打我们的。你以为我们不想去问啊？是问了也没用，他们根本不带搭理我们的。不信你问问风言，他到现在也没告诉我们在山洞里做了什么。你管我们在山洞里做什么？要是对部落有利的事情，我们自己会告诉阿伯，你们都少不了。你们是不是闲着没事干？吃饱了就跑到这个山头来盯着？要不是部落里有规定，打架不能下死手，我皮都给你刮了。我们盯着这里，还不是因为大风季你们几个捕妖物最多，我就想跟着你们一起而已。可风野不同意，你们也不愿意。我们以前经常盯着这儿，风野不是在睡觉就是在捕猎，哪会每天待在你的山洞啊？风野都去做了，那山洞里做的肯定是好东西，我们想知道。那是我和风鸣的大哥，又不是你们的大哥，为什么要带着你们？对啊，那是我们的哥，为什么要带着你们？我还说前几天他们在族长面前吵架，和村里的大婶斗嘴一样，现在知道原因了。幽默和幽灵这语气分明就是挺崇拜枫叶的，想跟他们一起出去捕猎，而枫叶也大多数时间想单独在一块儿，连两个弟弟都说了没这个山头别去找他，更不会理他们两个了。被骂被打也不放弃，还没事搞出一些动静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。怎么说呢，就还挺执着的，毅力干不出来这种事儿。你们还是快回去吧，枫叶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说的，再不走他就真的要回来了。上次有族长在他们手上留情了，不然你们会更惨。那你能年年的雄性不再针对我们了吗？每年熊都在带着训练，认雄性挺多的。我和幽灵出去，不止没雄性和我们玩，还觉得他们的眼神不太对，像是要打我们一样。什么叫我哥针对你了？明明是你们两个人不干正常事，其他雄性都看你们不顺眼了。雄性之间打架不是很正常吗？还能提升战斗能力。我哥就是这样说的，你们别怕，反正其他雄性也不敢把你们往死里打。回去吧。不止我一个会经常被打，这还有两个的那种，每天过得心惊胆战的，想想就开心。算是来了，他们在山洞里做什么还没搞明白呢。现在风也回来了，说不定还要追着他们打。在这里待了这么久，早就有气味留下，现在跑有什么用？大哥一样知道他们来过了。嫂子，你放心，我哥知道他们来吓你，肯定会把他们打得大风季之前下不了床，想过来都过来不了。还是不要了，他们也没干什么伤害到我的事儿。上位族长指着你们骂了那么久，要真把他打得下不了床，你们的耳朵可能要起茧子了。风鸣，你别在一旁点火，教训教训就可以了，没有特别大的仇恨，打得在床上几个月下不了。
雄性的食量大，没有食物就等于慢慢等死，族长也不会不管，对他们没好处。大嫂，大嫂，我有一个爱打人的大哥，还有一个爱教训我的二哥，以后你可要帮帮我。算是明白风爷为什么爱捏我的脸了。圆圆的脸蛋在面前，再加上奶声奶气的声音，真的会有一种想捏的冲动。我也觉得自大哥二哥也是为了你好，打你骂你能提升你的战斗力啊，这不是我刚刚对幽默幽灵说的话吗？这个大嫂也靠不住啊。这个比较好吃，你看喜不是喜欢？等下去洗个澡，不用擦。幽默和幽灵来了，还给嫂子砍了树叶，带了猎物。树叶在这儿，猎物我吃啊。那猎物的肉不好吃，以后我给嫂子带胖毛兽。没有，那两个家伙就是想来问你们在风鸣的山洞里做什么，觉得你们不会说，就来找问我。快去把热气降下来。确实凉快了很多。部落的雄性在热出去捕猎，比现在热多了。不过有伴侣关心，这感觉很不一样，就是高兴。咬下去的那一瞬间，只觉得很脆，多吃了几口后，居然吃出了香蕉的味道，很甜很甜，脆脆的香蕉果，管它什么果，好吃就行，能晒干储存就更好了。唉，这么大的果子，我一个人吃，实在吃不了。我刚吃了那么大的果子呢，切个水果也是够辛苦的。放着我来。有没有生气？没有啊，他心情不太好的样子。我被伴侣给安慰了。我只是在想事情。我们的阿爹阿娘已经死了，在1年前西部雄性兽人过来抢夺的时候死的，所以之前提到媳妇，我的情绪有些控制不住。这个时候我并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但人不开心的时候，有人抱抱就会好很多。青友，他们两个能帮不少忙。风言和风鸣是雄性，部落里的小打小闹不会造成什么伤害。我只要在训练的时候带上他们提升战斗能力，遇到其他部落的雄性兽人打得过就行，打不过也要跑得过。只要没有生命危险，后面再慢慢找回来。可现在我有了青佑，这个山头修宁修安都有伴侣，风言风鸣以后也会找伴侣。我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保护伴侣是我的职责，不会让他受到一点伤害。幽默和幽灵做事冲动，但没有坏心，不然我不会让他们一直蹦跶那么久。以前没有遇到合适的雌性，我以为自己是觉得他们太弱太爱哭，遇见你才知道我喜欢最弱最爱哭的。我哪里爱哭？我没哭。平时不哭，只有在我身下的时候才哭。你身上的毛为什么是银色的而不是黄色的？黄色才更符合你的性格。枫叶，枫叶，不止野还黄。柚子和香蕉是什么颜色的？怎么了？说个颜色还要想一下，不能说。柚子没成熟前是青色的，成熟后就是黄色的。我的名字就是青色柚子的那个青柚。至于香蕉，没有成熟前也是青色的，成熟后就变黄了。所以你喜欢黄的？你想要我身上的毛是黄色的，柚子成熟后也是黄，连香蕉也是黄的。那下次我摘果子也是摘黄色的。这里挨着水不热，我还做了双鞋子，不会伤着脚，我可以自己走的。我昨天就看见了，但我想抱，小小的一团，近距离的抱在怀里很舒服。咱们把果子提进山洞吧，就放在这儿，万一被其他动物吃了怎么办？那可是你从很远的地方摘回来的，要是被小动物给偷吃了，我得哭死。我知道，先抱你回家，再去把那些果子提回来，不会让猎物吃了。今晚要是再折腾一晚，我连埋在哪里都想好了。更气人的是，今天没打算出去，身上没做遮掩。风言看了我一眼后，就没再往我的方向看。风鸣倒是好奇的看了好几次，让我恨不得钻进土里去。风鸣可能对什么都好奇，好几次想问，忍了忍还是没问，才真是离离原上谱。早上青友已经生气了，还是不能太过分。今天不能，那就明天再说。只是手有他的想法。前几天清秀在怀中根本睡不着，正好好睡一觉。莫名觉得有些心动，我也很疼伴侣的好吗？你也可以，修宁难道还不让你做？可以，都这样开玩笑的。我脸皮变厚了，还遮啥树叶？昨天好多游雄性都看见了，摆烂吧。脸皮还是那么薄，被一说就要下去。有了青柚之后，连周围的气息都鲜活了不少。昨天枫叶摘回来的果子很好吃，我已经切了一些晒起来。晒了晒了，昨天野哥又来让修宁和他一起去摘了其他的果子，确实比这山头有的好吃。子性身体很弱，更希望有一个安全的生活的地方。要不是被逼无奈，连炸都不想炒。
认真过好自己的日子比啥都强。这是给我们做的吗？对，他们来干杂活，自己带他们出去捕更多的猎物，互帮互助，正好。唉，不化成兽形时间久，成兽形又热的不行。我也是这样想的。风言和风鸣做的是石缸，修宁做的是石桌、石凳和水缸，野哥负责陪着你。怎么样？这几天过得舒服吗？这笑声，青秀和凶凶的瞪了他一眼，总觉和他们待久了，他说不过他们，还是太保守了。还有不舒服，它快碎了。在我眼中，这哪里是凶，明明是可爱。我和修宁刚搬来的时候，石床是从野哥山洞里搬的，石桌这些也是修宁弟弟做好送过来的。那个时候，只有修宁和我成了伴侣，更需要这些东西。突然就感受到他们很好的感情，归属感满满。在这艰难的生活中，大家互相帮助，没有冷漠，简单热情，一起度过最难的时候，让我觉得很温暖。快比我整个人还高了，以后要是要用水，要整个趴进去才能弄得到啊。还要做个打水，长大概有4米，宽也有3米，还是2个。山洞虽然很大，但这2个放进去就会显得很小了。再放下桌子、凳子，再放下桌子、凳子，除掉要做火炕的位置和放东西的地方，根本装不下化成前兽形的风野。要是冬天想在它全是毛毛的肚皮上打滚，我都没机会了。你爱干净，一个水缸放在山洞里，冬天可以烧热水；一个水缸放在外面，我处理猎物的时候，边再挖一个放木头。寒潮需要的木头不会少，风干后的猎物果干也可以放在那边。这些你早就想好了。清幽的眼睛里像是在发光，让我心情变得很好了。早就想好了。我记过有没有这些东西都无所谓，和你成为了伴侣，这些自然要准备。可老公身高太高了也够不着，我们的身高差太多了。俯下身让他够得着，想要让清幽主动一次还真不容易。大嫂，这2个石头是我特意选的，够大吧？喜不喜欢？干啥嘞？大哥怎么又不高兴了？野嫂子，什么东西？野嫂子？莫名的就想到了野男人、野女人，现在他变成了野嫂子了。深吸一口气，告诉自己他们没那个意思，还是叫我清幽吧，还是叫我清幽吧。这个称呼真的让我有些难以接受。修安、韩寒、修成，我是认识的，只是云朵姐把他带回来后，几人就出去了，并没有怎么打过交道。好，他们称呼也没有很执着，各叫各的，反正乱着呢。干啥嘞？大哥怎么又不高兴了？第一次做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，就算这次效果不理想，下次也绝对会可以出来。我身上的温度滚烫，也能感受到上面传出来的淡淡温度。只要火烧得更久，肯定更暖和。已经热了，来试试。清幽刚开始说的时候，我还算平静，只是想着试一试，又不亏。部落里的雌性幼兽不会受冻，清幽也不用一直待在我的怀里。韩清幽横出做火炕的方法时，我就更平静了。但这么细致的东西还从未做过，有些困难，我们只能尽力的做好，只好把清幽抱离火炕，等他们摸够了再去看。火炕其实不算小，但个个肌肉发达、身高快2米的男人围在那里，就显得火炕不大了。我只觉得享受了一场视觉盛宴，他们的身材还真是个顶个的好。你在看什么？火炕都被他们围住了。清幽的眼神明明把在场的雄性都看了一遍，清幽的眼神明明把在场的雄性都看了一遍。有我还不够，你还看他们？没有，不管怎么样，先否认，这硬生生的语气不太友好。热的，真的热了！大哥、大嫂，这火炕我们真的做出来了。做这个火炕我出的力最多，为了去找这些东西，脚都给我跑出茧子了。这边离烧火的位置最远，但还是热的，只不过没那边那么热。摸够了吗？摸够了让我来。你们又不怕冷？雌性在上面睡的时间多，全往边上站。我现在怀了崽子，最担心的就是寒潮。清幽，真的做好了，你来摸摸。热是热了，就是受热不太均匀，还有改善的空间。之后和枫叶说说，看有没有办法改善。条件有限，就算改善不了也没关系，冷了就往热的地方做，热了就往不太热的地方做做。下面用的东西都很坚硬，我们全部坐上去承受得住，不用怕。清幽，如果以后做什么会被整个部落的雄性和雌性盯着，你会不会害怕？也没有特别大的野心，要做出什么很大的事，只能说我知道的，又不会影响到自己的，可以说出来给部落里带来一些便利。这答案在我的预想当中。清幽不是有什么事爱出去说的性子。哎，知道。部落里的雄性不会伤害雌性，这是硬性的规定。
雌性和雌性之间大多数也只是口角之争，过几天就又好了。这个山头平时有幽默和幽灵盯着，巨婴狼部落平时有其他的部落盯着，就像我们会让雄性去盯着他们一样，怕有什么事想出来的最好被欺恶杂薄定真上了。他认识的雄性多，一嗓子狠出去，大半个部落都会出动。大嫂，你就不行了，走路还需要大哥抱着，哪里真想把他揪过来收拾一顿。刚开始说的话还能听，后来就越来越偏了。我可以说轻柔弱，但别的雄性不能，弟弟也不行。我倒要看看你能找一个多厉害的雌性当伴侣。我不是只说嫂子呀，是所有的雌性都这样吗？你皮糙肉厚的，当然应该挡在大嫂前面。风鸣和云朵姐说的没错，我在部落里没有危险，说是我想的，还有可能被其他部落的雄性盯上。部落里的兽人都各过各的，并没有实际的好处，还要担着风险。我又没有武力，没必要说是我想出来的。你出门的时候要小心了，那这些风险就只有风野担着。说我想出来的，我没有伴侣。说我想出来的最合适。说我也想的主意。火烫这么简单的事，好像我们想不出来似的。就是不知道部落里的雄性会不会相信。闭嘴！只要是雄性，就没有绝对安全的时候。多一件事，少一件事不能怎么样。野哥也不会让我们来顶着。你该找伴侣了。有伴侣和没伴侣差别还是挺大的，至少不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想法也不会这么简单。去外面把阿伯叫过来，还有幽默和幽灵。不管在哪个部落，雄性就是会随时面对危险，我们早就习惯了。你在家里好好的，我才能放心。惊慌又能怎么办？只能接受，再慢慢消化。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让风野放心。我知道，也相信你。这里的生存环境就是这样，心慌不如用最快的速率适应。住的这个山头很大，以前觉得自由，现在觉得空旷又不安全。这里住的雄性太少了，后面一整片可以挖山洞的地方很多，要让更多新的住的雄性搬过来，我才更放心。之前我就可以做决定，现在希望青瑶也能同意。我们让阿伯阿婶一家搬过来怎么样？还真是巨大无比，云朵姐挖的那个洞像是才露出来一点点，白白嫩嫩的，看起来像是一个菠萝卜。吃吃看，还没长大也是甜的，汁水很多，还脆脆的。最近果子吃多了，并没有觉得甜，吃到最后才感觉有一点回甜。我就说是甜的嘛，秀宁总说没味道。他们不爱吃这个，问他们也是白问，我们自己喜欢吃就行。这挖不完，根本挖不完啊！你想挖完？虽然这种果子可以放很久，但一个就够吃10天半个月了。我挖那么多干啥？不挖完，不挖完，等海美风也不忙了，挖一些回去晒干，再留几个新鲜的。青柚，那个东西可不能吃，吃了嘴痛肚子疼，摸了手痛。以前有雌性觉得它好看，以为是果子，才吃了一口，嘴就肿了几天。你不听话，我就去告诉野哥。云朵姐，等等，我就看看成吗？我又不吃又不摸的，不会有事的。简直了，居然用风野来威胁我。有雌性吃过，只是嘴肿了，说明没毒。这红彤彤的颜色和形状一看就像辣椒，要真的是辣，说冬天炒菜烤肉放一些能暖身。不是，对我这种没有武力的雌性来说，算是很好的防身武器，打不过就照着眼睛泼。云朵姐，你看那果子的表皮是滑滑的，皮是滑滑的，说明不会轻易的破。我们可以用树叶把它包着，摘一个回去吧。不行，快走！总算知道野哥单独来找我说把青柚看紧点是什么意思了。合着是什么危险，他就想去碰什么。出来这么久，啥也没弄到，只好挖些野菜晒着。好久没吃过大米的味道了，虽然很想念，但没办法，我已经仔细问过了，雄性一般就吃肉，雌性一般就吃果子、烤肉、肉汤，冬天再加一些野菜。主食是一种黄栗的树，1年3季随时都有，扒掉皮就可以吃，想吃了就去啃2口，都不带弄回家的，只有寒潮会砍一些回去。水里再凉快也不能一直这么泡着啊，小心生病。不会，我这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是感觉不舒服，我多泡泡说不定好得快。脱得光光的，该看的不该看的看得一干二净，波涛汹涌。我是不是应该多吃点，长胖点？这样会不会舒服一点？你再捏捏，还真是会享受啊。这个时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看着比我还壮实，体质也没好到哪儿去，手没有经常用过力，切一个水果把手臂给弄酸了，这是我没想到的。你再捏捏，还真是会享受啊。还真是会享受啊！这个时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看着比我还壮实，体质也没好到哪儿去，手没有经常用过力，切一个水果把手臂给弄酸了，这是我没想到的。你平时在山洞里都干些啥？不干啥呀。热季休宁带我出去玩，带我摘果子，其余时间在山洞里。大风季又出不去，在山洞里吃东西睡觉，等着休宁回来呗。寒潮就在休宁的怀中取暖，更没其他事了。部落里的雌性都是这么过的呀。我今年有了火炕，冷了的时候一直早忙到晚的。我来说，这简直躺在人间理想啊！可以在山洞里走来走动了。可这里的生活条件太差了，理想不起来。休宁哥带着他出去，他也不会怎么动，所以看着壮实，但身体很虚。这里的生存环境就是这样，雌性就更不容易了，能做的有限。我还没忘记之前爬树，大腿内侧被磨掉一大片皮的滋味。云朵姐，以后会越来越好的。我早就习惯这样的日子，一点都不觉得难熬。青柚的声音软软的，却很坚定，像是真心在关心我，这种感觉说不出来。心里挺开心的，
我的思绪飘得很远，不知道这片土地的寒潮究竟会冷到什么地步。这里有线树、长毛树能缝制衣服，还有类似棉花的白圆球，做工精细，贴身穿着应该能抵御不少寒气。外面穿上皮毛大衣当风，配上毛绒鞋袜帽，再做一个皮口罩，这样严实穿戴，零下10度、20度出门应该没问的地方。寒潮还有一段时间，现在没有办法，我们要抓紧外出搜集物资，囤足食物和保暖，等大风季无法出门，就能待在山洞缝制衣物、床上用品。快起来，我去挖野菜，你手疼就把这些野菜到太阳底下晾晒，这些都是我们之后要食物。我发誓，自从和修宁结成伴侣，没有像今天这么累过。可一想到这些野菜能当食物，还是只能从水里爬起。平日里待在山洞只有单调食物，现在能多储备吃食，我也不会偷懒。嫂子，青柚姐，你们怎么晾晒这么多野菜野果？修安居然直接喊我青柚姐，不知不觉我已经被这么称呼了。你们雄性可以不吃这些野菜，但是我们雌性需要。韩寒现在怀着崽子，果干平时可菜放进肉汤，还能解腻。晒干之后，你也拿一些回去储存。你平时外出打猎，看到好吃的野果记得采上回来筛，能吃的食物会很少。我知道了，我一定会记住。大风季要是提前晒干这么多食物，实在太好了。你别过来！地上到处都是杂乱石头，看云朵姐就能明白，雌性怀孕后身体虚弱，一旦踩滑摔跤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就待在修安身边，这边路面不好走，太危险了。如果是我怀了崽子，一定会万分小心，绝不会做这种危险的事。修安说山上的奶果已经成熟了，明天我们打算上山采摘，嫂子和青柚姐要不要一起前去？要啊，我和青柚一定要去。我从来没见过云朵姐这么激动。奶果听名字似乎和乳汁有关，不知道是给雌性食用还是留给幼崽。在现代，如果生下双胞胎，单靠母亲母乳根本不够，还要搭配奶粉。这么看来，我肚子里的崽子现在2个月，还有4个月才会降实，刚好赶上大风季，到时候我根本无法出门，奶果存放时产久回来我才能。我有些懵，现代狼的孕期只有2到3个月，我只是模糊看过相关知识，记得绝对不会长达6个月。我没有多开口，安静听他们交谈。奶果确实要提前采摘储存，我去年没有怀崽子，还独自上山摘了很多，前段时间那些奶果全都被我吃完了。这下我完全确定，少量储备，以防万一。没有怀孕的雌性也可以自己食用。修安，你一定要多采摘一些。部落雌性一胎最多生下2、3个雌性幼崽，若是农性幼崽，一胎5、6个都很常见，多储存才不会短缺。我们早就商量好了，无论之后生下几只幼崽，奶果储备一定充足。大陆的雌性生育能力太强了，一胎就能产下这么多幼崽。我悄悄看了看自己的肚子，我能不能顺利怀上生下孩子还是未知数。现在不必过早考虑这些事。未成年雄性统称为幼兽，乃被部落西面土生。韩寒，等奶果采摘回来，你有空就和云朵姐一起来，我教你们用丝线缝制软皮衣料。雄性全身覆盖厚毛发，不用在意衣物闷热，但雌性不同，我家住巢室中最脏热的场会刚好合适。我以为青柚姐是说的丝线皮子是那种到处都是孔洞的劣质布料，那么多孔洞穿着肯定不舒服。青柚说的皮子和其他雌性缝制的完全不一样，紧实柔软。我去拿实物给你看一看。这2天只要有空我就会编织毛巾，织布工具没有放在山洞，全部存放在水边大石头上，织布时不用来回往返山洞，十分方便。你快看，就是这种料子。我们记住了，之后一定过来跟着你们学习缝制软皮。我们商量好时间，明天先上山采摘奶果，之后清晨天气凉爽，大家各自绿树手头活计，等到正午气温炎热，我们就聚集在这里学习缝制软皮布料。我的心里一直惦记着辣椒，那种食材对我的吸引力实在太大，怎么都忘不掉。等奶果采摘回来，野菜晾晒完毕，我要用藤蔓多编织一些储物口袋，等枫叶空闲下来，就让他带我去寻找辣椒。辣椒在这片丛林属于危险植物，我突然无比想念林峰。这2天很少见到他，只有每到半夜我对他撒娇，他才会回来抱着我相拥，不然我都以为他根本没有回山洞。这2颗圆果是海大送给我的，这种野果汁水饱满解渴，部落雄性大多喜爱食用，放入水中冰镇，明天吃口感更清凉。这几日我格外忙碌，一边改造火炕，一边求做却完全雄性，才能抽空回来陪伴青柚。我们山头雄性全都早出晚归，每次回来青柚都已经熟睡。每次深夜归来，我都忍不住想叫醒怀里的人，可看着他安静可爱的睡颜，又实在舍不得打扰，只悄悄在额头印下一个吻。今天也一样，先进山洞确认青鱼平安熟睡，才去清洗身体，不会耽误太久。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回到石床，躺在他身边，只想快点躺在他身边，好好抱住这份温暖。辣椒是谁？这几天青柚一直和云朵在一起，也接触不到外面的人，难道是他以前部落认识的人？我才分开毛木几天，他梦里居然念着这个名字。他这是在做什么？像是要把我闷晕。前2天深夜回来，明明不是这个样子。你回来了。辣椒是谁？什么？这件事简直和现代我说想静静，别人追问静静是谁一模一样，太过好笑。辣椒是一种野菜，也能做成调味食材。今天云朵姐不让我独自去采摘，我本来打算等你空闲，带我进山采摘一些回来。什么东西名字叫辣椒？从来没有听过。辣椒是可以食用的植物，不是雌性也不是雄性，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？明天你要早起，我们还要上山采摘奶果，快睡觉吧。他想要我不会拒绝，但现在他满心不悦，只会更加粗暴，不如劝他早点休息。方才逼问辣椒身份的时候，
我甚至已经想好该怎么弄死那个雄性，结果只是一株野菜。就算知道是野菜，我也完全放不下心。从前我们整日相伴，如今一天只能短暂相见，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安心。今天的风野和往日完全不同，格外温柔有耐心。陌生的触感让我控制不住浑身发抖，我找不到合适词汇形容，唯一的感受就是终于不再只有刺骨的疼痛。今日我格外满足，还想要更多，可不能再折腾他。我不敢来回抚摸，这个男人根本了不得，一旦勾起欲望，最后辛苦难受的只会是我自己。如果我梦里喊的真的是别的雄性名字，你会怎么做？杀了他。那我呢？也在尸床上。现在别再问这种问题，我已经极力忍耐了。我不再纠结他的回答了，老老实实睡觉就好。跟他争辩总讨不到好，还是安安静静休息吧。这一觉睡得真舒服。两个这么大的圆果，是风野昨天带回来的吧？走之前说的就是这个。一会儿人齐了再一起吃，我一个人可吃不了这么大一个。青佑，快上来，我们去摘奶果了。来，抓住我的手。青佑姐不用怕，我还怀着崽子呢，修安不会跑那么快的。不过他们就是用走的，也比我们走起来速度快。一会儿就会很热，咱们早些回来。清幽怕高，就是野哥驮着他，他也使劲的抓住毛。我看那力道，像是要把野哥毛拔掉一样。也没那么夸张。行，你要是不抱着我那么紧，我就相信了。我一会儿再吃，就像现在去飙车不系安全带一样，能不怕吗？那就是奶果吗？好不好喝不知道，但这奶果的形状实在奇特，长得像奶瓶，只不过要大几个号，一个大概5、6斤的样子，真够沉的。奶果全身上下的位置就只有这里最薄，想要喝只有从这儿下手。现在已经熟了，拿着喝。有一点腥，像牛奶，又有点椰汁的味道。对于树枝上长奶果这种事，我已经见怪不怪了。在这里全是稀奇古怪的东西，每个世界有每个世界的规则。冬天在家可以放些果干进去，味道会好很多。多搞些回去，说干就干，多囤点，冬天就不愁了。你看看自己做的什么东西！野哥，你可别再踹我了！你这站在旁边不停的打我，我更不会了。明明在这里学的雄性有好几个，只有我被踹的最多。你先看看自己做的什么东西，再和我说话。为什么被打心里没点数？唉，哥，你倒是把它们抹平啊！这一坨一坨的，真的丑死了。而且封不住，以后会冒烟出来。你看海大海二做的抹得多好。懒得再理会。幽默，你那力道不是太重就是太轻了，那样做不好。这肥嘟嘟的海大都开始教训我了，糟了！之前为什么不带搭理他们？就是这样，遇到比他们凶的特别怂。要是遇到像海大海二这样憨憨干，虽然坏事没怎么会，你就别学了。别啊，野哥，我会好好学的。等到宇哥带着我们，这次要是不带着我们了，那以后也不会带着。晚上不回去，晚上不回去。告诉我，海大今天拿原果过来，说早上看到你心情比之前每一天都好。刚开始见野哥照顾青姨还有些不适应，现在我已经习惯了。他说不回去，这我才真的有些不像你。你和云朵待久了，没少在他身上学些东西。云朵有什么说什么，我和他像一些也没什么不好。你确定不说要去干什么？我有时候回去晚了，云朵一个地方没满意就发小脾气。有伴侣后不只有事回去不了要说一声，还要说要去干什么了？要不要回去一趟？回去不远，就是怕回去后不想来了。白天太热，今天晚上我打算再把山洞扩大一些，旁边也是和修安一个山洞出来去摘东西了。青佑喜欢果子，昨天晚上还说要摘上什么辣姜球，一想就知道以后要带回家的东西很多，不扩大一些根本放不下。晚上我还要回去陪着云朵，除了大风几笔必须要出去找猎物赶不回来，我不天晚上都起，有时间了慢慢挖。我不死的，我难道不想回去抱着软乎乎的青佑？我想半夜在这里挖山洞。行，随便你。现在部落里要忙着做火烫，风言、风鸣、修成没有伴侣，已经被族长安排到其他山头去了。韩寒怀了崽子，修安可没时间帮你挖，我要陪着清月更没时间，到时候别来找我，不然别怪我揍你。我为什么选在今天晚上？因为风岩那边的火炕已经快做好了，接下来就是自己的山洞，全做好后，雄性会转移到其他山头继续忙。趁着现在海大海二和幽默幽灵在这里，雄性多速度快，白来的母赛不用白不用。对啊，今年和往年不一样，今年部落里要忙着做火烫，没人帮我挖山洞，真是忙傻了。野哥，我回去和秦幽云朵说清楚，明天晚上就挖。把你山洞磨好的大骨刀全部拿过去，先放着。
之前觉得吵，现在和水边的山洞对比一下，就不太顺眼了。他们兄弟一个比一个能吃，性格憨憨的，除了捕猎，大多数不和其他雄性打架，导致肥得厉害。训练他们的时候，不管说什么，他们都会认真去做，学什么也快，认真做事，不多话。所以这次才让阿伯把他们叫过来。海大有伴侣了？刚刚热季的时候，我就和后羿结成了伴侣。海大先回去，海二留下。我去把海三和海四叫过来。幽默和幽灵一会儿会来，我们几个够了。幽默家里有阿爹照顾雌性，使唤起来毫不心虚。算了。想笑就笑。刚成年没有训练的雄性长得这么肥很正常，但训练过后的还肥，说明训练不到位。他们大风期捕到的猎物不算多，韩朝总是在外面捕猎，没有伴侣还可以，有了伴侣，没有其他雄性的帮衬，我都觉得他们会饿得更傻。带2个也是带，带一群也是带，而且海大几个兄弟比幽默幽灵靠谱。你们要不要搬到幽默那个山头去？那里住的雄性不多，没事的时候还可以和他们打打架。野哥，吃果子。放在地上。这2个话又太多。如果海大兄弟愿意搬到你的那个山头去，就互相训练；如果不愿意，就找时间训练，谁也别想偷懒。他们这么胖也打不过我们啊，到头来还是我们在训练他们。我们兄弟有4个，你们只有2个。那你说我为什么要带着你们？回去问问你大哥的意思。野哥，我们按照你的要求把山洞给挖出来了，那边石头少，好挖多了。和想象中的一样，让他们来这边挖还真是正确的。不过够大能放东西就行，反正我和青佑也不住这儿。先去把做火炕的材料找回来，这里做好了，跟着修宁他们继续学。就你们这样，怎么去教其他的雄性？好。凤爷晚上不回来，要挖山洞、修火炕，2天都见不到我了，这也太累了。云朵姐，明天你要不要上去看看？想野哥了呀？这才多久？要是大风季也出去捕猎了，你可怎么办哟？规划挺想的，这借口找的真是掩耳盗铃。是挺想他的，你去不去嘛？不去我一个人去了。当然要去啊！那说好了，明天我们早点走，不然会很热。姓生的熟的都能吃，但你这样也烤得太糊了。野哥应该从没受过这种委吧？第一次烤整只大腿，能这样已经不错了。肯定会带过去吧，这玩意儿吃了也得吐出来，而且他们食量那么大，这一小块也不够啊。烤都烤上了，还是带过去吧。大风季要出去，得把云朵接来陪清幽，2个火炕还得忙几天。海大海二最实诚，让他们去睡都不肯。这小没良心的，总算想起来看我了。自己不在，他倒是过得自在。每次回去他都睡得跟小猪一样。回自己家还这么慢，地上的虫子都被我踩死光了。好几天没看到他了，上次摸黑什么也不看不见，现在看他这样，突然有这烤肉，怎么拿得出手？是不是走路走傻了？自己的山洞不进来，还站在外面晒太阳。你才傻呢！我没在的时候，你就吃这些东西？不是的，之前吃的全是熊安安烤的，这个是我烤了给你带来的，第一次动手就成这样了。原来是小傻子特意给我做的。虽然外面是烤糊了，但里面应该还有生的，你要不要试试？你尝尝就好了，也不用全吃完。才2天没见，怎么感觉你和我不太熟了？一直看着我干什么？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？是人，我上来就是想看他，他居然不让我看了，这要求合理吗？别吃了。早知道他要来，我真该先去洗个澡。现在这身脏灰都蹭到他白嫩的肩上了，嫌我身上脏？没有，知道你爱出汗，带毛巾来是方便你擦汗的，不然汗会掉进眼睛里。这种被心疼的成为我的伴侣，全靠我当初不要脸，现在知道心疼我了，真好。这火炕是不是做的太大了？韩朝得准备多少柴火啊？你睡觉不老实，做大些你可以随便在上面滚。更重要的是方便你说的石锅不跟火炕连一起了，我怕你滚到锅里去。那个地方我打算做一个小的火炕，我和修宁出去了，云朵可以过来陪着你。好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他不会还想着要和我做些什么吧？满眼的疲惫，先回去洗个澡，好好睡一觉来再来做。生产间的牛都敢这么用。晚上是不是很想我？是不是没有我抱着睡我就在想？还是这么害羞？说一句想我怎么了？我就很想你。满眼红血丝还想干坏事？回去睡一觉再来做，快起来！回去睡一觉再来做，快起来！真好，这一世一切都还来得及。
眼睛都泪红了，快点睡。你让我起来就睡得着了。你这样我还怎么睡得着？和他相处的时间太短了，不然我肯定不会轻易放过我怀里的人。乖乖的让我抱一会儿。火炕不能等，我们山头的火炕尽快做完。来学的雄性要尽快学会，还要去教别的雄性。再过几天我就不忙了，天天陪着你。你想摘什么果子，做什么事情我都跟着。我原本还想着等他回来能好好休息一番，到头来他反倒把心思全放在我身上了。要是继续这样停留，我根本没办法起身离开去干活。这些物件等我回来收拾也完全来得及。我力气大，做这些活速度远快过清幽。但我清楚他很喜欢亲手打理这些东西，这话我便不说出口了。现在越来越热，路也不好走，不用再上来找我，最多几天就会弄完，有很多时间陪着你。还有吃的烤肉，让修安和云朵帮忙着烤，你烤的我吃还行，你吃多了肯定会不舒服。我知道了。前2天我和弟弟还有我的伴侣商量完毕，打算搬到幽默居住的山头。如果不是野哥开口应允，就算我们想搬过去，幽默一行人也不会同意。而且我和弟弟身形肥胖，跟着大家一同训练，对身体大有好处。你们先去找组长，让他安排人来学。你们搬过去需要帮忙，就在那边吼一声，我们可以过去帮忙挖山洞、做火炕，速度会快很多。你们跟着海大一起去找组长，有事帮忙也在山头嚎一声，我们能听见。野哥，这2个人格外能闲聊，可说出口的每一句话全是没有用处的废话。快去，有事再来找我，没事就别来了。看得我一阵头疼。我已经好几天没能见到清幽了，抓紧收拾完山洞，回去抱着他好好睡2天，之后再带他上来规划洞内物品摆放。修宁和我说过，他家所有东西都是云朵规整收纳，要是换我来摆放，不出2天我就会全部找不到。大哥，为什么让修宁哥和修安到河边去挖山洞？你之前连我和二哥都不让去挖的。我外出教导部落雄性制作火炕，所有人对我都十分客气。刚刚我还去找修宁哥炫耀，没开心多久，就听见修宁说他们能去水边挖山洞，气得我脑袋直冒烟。是不是就是因为我没伴侣，你也才有伴侣不久呢，就开始嫌弃没有伴侣的弟弟了？修宁分明是看不惯风鸣到处炫耀嘚瑟，才故意说出这话调侃他。可风鸣每次都会轻易上当，没必要和脑子转不过关的傻子争辩，直接无视就好。刚刚我喊叫声音太大，忘了以前大哥收拾我的样子，现在冷静下来，我生怕他再踢我一脚。大哥，我也要在那里去挖山洞。想挖就去挖，离我远点就行。为什么要远点？我挨着你挖不行吗？每一天都能看到，那多好啊！要去挖山洞就离远一点，不想去就算了。反正你们2个在背后的河边也有乘凉的地方。挖远一点就远一点嘛，干嘛又打人啊？有这样一个弟弟实在让人头疼，就算挨再多的教训，他依旧不长记性。山洞杂物已经全部收拾妥当，我要立刻奔向清幽所在的位置，好好陪着他。阿婶，你学会了吗？我才刚坐下过来学习，他这话分明是巴不得我马上离开，不打扰他清幽独处。这几天日夜忙碌，身心俱疲，此刻只想抱着我的小伴侣好好睡一觉。这几天忙碌好几天，本该好好歇息，他居然此行还生出别的心思，我往后还怎么和大家见面？这是清幽亲手为我缝制的衣物，之前外出干活我一直舍不得穿，害怕劳作时把它磨损弄坏。看他现在这般害羞，当下根本没办法和他走了。回来时你还是快去捕猎吧，吃饱了洗个澡，好好的睡一觉。先出给猎盆饱肚子，之后听几天就不用外出觅食，能够整日抱着清幽待在山洞，足不出户。今年部落已经搭建好火炕，雌性和幼崽过冬会轻松很多，缝制衣不用急于求成，可以慢慢教会部落所有雌性。火炕这百科严正就辨认学习草药，可风月这般黏着他，眼下时机不合适，只能再等2年。等我完全学会，再挑选部落可靠雌性分批传授。我几天前就已经学会缝制皮料，留下来只是想和大家结伴闲聊热闹一番。等风野回来，我们都要主动离开，不打扰2人独处。怎么就回去了？我把肉烤好，咱们吃了再走。多吃点，一会儿才有力气。
云朵说话从来毫无顾忌，山洞附近雄性听觉十分敏捷，再小声的话语他们也能清晰听见，实在让人难堪。这有什么难为情的？我和修宁相处便是如此，在外看着端庄克制，单独相处时他会直接扑向我。前几天风野说要忙碌几日，我便一直不停缝制衣物。如今独自待在山洞，脑海里全是暧昧画面，整个人状态都不对劲了。这片山头所有山洞的火炕已经全部完工。风言和风鸣回来告知，他们教会大量部落雄性，记忆会持续传递下去，难题全部解决。我终于不用时刻紧绷心神了。这一刻，世间一切仿佛静止，耳畔只有我震耳的心跳声，整个人完全呆住，羞耻不已。你的大裤衩子呢？什么大裤衩子？你做的那个皮，我身上每一处他都早已见过，可每次见面，他还是会害羞成这般模样。我现在要睡觉了，穿那个东西干什么？穿着睡哪有光着睡舒服？他向来都是这般随性自在，不光自己不爱穿衣物睡觉，还总让我和他一样，我实在没有办法反驳。好几天没看着了，不想念吗？想的，想来是几日未见，他仅仅只是想休息。我在山洞里睡了2天，风野除了出去抓猎物，也在山洞里睡了2天。撑过这2天，我还活着算命大。想着我之前见识过风野的样子，我并不想让他喂饭。我来喂你。今天的骨头汤完全放凉了，不像昨天还有微烫。嘴唇本来就破了皮，刚才喝汤差点把我痛哭。我特意放凉了才拿进来的，还痛吗？之前我让他轻点的时候，他不知道温柔，现在问疼不疼有什么用？就算现在不痛，之前也实实在在痛过。看他这副生气小模样，我心头软得一塌糊涂。我从前只咬过他一次，直接把他咬哭，之后再也没敢那样做。我实在搞不懂，只是轻轻亲一亲，嘴唇怎么就能磨破皮？我知道他身体弱，没想到会弱到这种地步。这碗吃完了，我再去弄一碗，吃饱了就睡。我这几天没什么事情，去弄一些长结树回来做好装东西。之前弄回来的木容器已经被装满了野草和果干，一点剩余空间都没有。我去伐木，你在洞里好好静养。我已经连续2天过这种吃完就睡、睡醒就吃的日子，再持续下去我实在受不了。再这样下去我要发霉了。慢点儿，吃完外面还有一大锅，这样就发霉了。那冷的时候怎么办？有了火炕，粗性也只能在山洞里走动。我把2个山洞之间打通。另外一个山洞里面我也做个火炕，走动的范围大一些。他话说得很轻，但只要是他说出口的事，就一定会做到。能这般替我着想，我被迫躺2天积攒的怨气少了大半。现在住的那个山洞已经够大了，不用再做火炕。他嘴上说这几日休息，实则每天照样外出捕猎，按时带回烤肉，其余零碎时间才能歇息。大风季快到了，他又要频繁外出，我不愿看他日夜不停劳作。吃不下了，真的吃不下了。我早就习惯他用摸肚子这个动作判断我有没有吃饱，我以为他只是碰一下就拿开，谁知道手掌一直贴在上面不肯挪动。风野这眼神实在太过深沉，完全不知节制，没有分寸。我还记得当初跟着云朵姐去溪边摘果子，听过旁人一样的声响，那时候只觉得旁人好生奔放，如今落到我自己身上，我不能继续待在这里，必须找事情转移话题。带我去隔壁石洞看看。他那点逃避心思一眼就能看穿。既然他想换地方，便顺着他的心意。石洞里已经摆放好了水缸和石桌凳子，看着总算有几分家的模样。我要规划好哪里放兽皮，哪里存放食物，摆放顺手又不遮挡过道。这里可以放一个石桌，那边可以铺一块地毯。此刻我终于明白，修宁从前说拥有伴侣后总有说不完的事是什么感觉。光是看着他不断说话，我的心情就格外好。洞内布置全部按照他的想法来。糟了，我刚刚说的又快又多，风野看样子一点都没记住。本来打算重新复述一遍，话到嘴边却只说得出口渴。我有些口渴了。你说的我已经全部记住了，如果有漏掉的，你再提醒一遍。被这种眼神盯着，
我总是控制不住觉得不好意思，浑身局促。我其实想亲别的地方，奈何身高差距太大，只能碰到他鼓鼓的胸膛。被他一亲浑身发痒，一时没把控好力道，没想到会撞疼他。别哭，一时没忍住，动作重了。其实痛感没有那么强烈，只是鼻子受撞击，生理性泪水控制不住一直往下流。我没事。大哥，不好了！阿爷带着阿婆过来了，还有一个刚成年的雌性，肯定是之前阿婆说要给你当伴侣的那个。大嫂，阿婆还不知道大哥有伴侣了，去年说要给大哥找个伴侣，现在带着那个雌性过来了。他有点凶，但心还是好的。知道你是大哥伴侣后，肯定不会为难你的。就算为难你，我们会帮着你。坏的是阿婆性子凶悍，大概率会说出很多难听的话。怕什么？有我骂不了你，有我骂不了你。大哥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可大嫂这般坚软温柔的性子，阿婆一训斥肯定委屈落泪，必须去找修宁哥过来帮忙撑腰。去年阿婆确实同我说过要给我挑选伴侣，我当场拒绝，也从未见过对方，想来这就是她今日带来的雌性。阿爷，阿婆，寿神在上，这雌性生的白净好看，可身子瘦成这般模样，怎么孕育崽子？这就是你的伴侣？景清耀不是一看就是我的伴侣吗？这还用问？我在长的部落四处挑选身材壮佳、好生养的雌性，就盼着他多繁衍后代。他倒好，只看重一张脸蛋，全然不在意子嗣传承。别生气了，他从小就有主意，之前已经拒绝过了，是你一直不停地找来找去。女儿早早离世，在部落里没有足够子嗣兄弟帮饰，迟早会受人欺负。你的阿母生了多少个雄性雌性？家里有几个兄弟？我没有阿母，也没有兄弟姐妹。这次狼族中心医生只认定一个板清楚他的底细，没有兄弟姐妹互相帮衬，身形又瘦弱，很难支撑家族繁衍后代。阿母就生了我一个，没有兄弟。我能清清楚楚感受到阿婆的嫌弃。第一，嫌弃我没有兄弟姐妹互相帮衬；第二，嫌弃我单薄瘦弱。阿婆的想法从来没有变过，她心中只有一件事，希望我们兄弟多繁衍崽子。这能不能成为伴侣看感觉，除了清油，我对其他的雌性没有想法。被人这般挡在身前护着，比我独自直面所有刁难舒服太多。他把雌性遮挡得严严实实，我连那瘦弱雌性的全貌都看不清楚，实在不甘心。你给他2巴掌，对他来说也像是挠痒痒，自己的手还疼。你把伴侣带出去，别人只会说他是你生出来的，看着哪里像你的伴侣？你倒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是伴侣了。你可别像你大哥一样，只知道自己快活了，其他一样也不管。都已经和伴侣相守快活了，何必还要顾及那么多繁杂要求？世上哪里有两全其美的好事？之前有大哥顶着催婚，从来轮不到我，现在大哥成家，所有压力全都压加到我头上，实在头疼。风爷已经认定伴侣，多说无益。风言成熟稳重，确实该寻一位伴侣。风鸣年纪偏小，也可以提前物色，免得他们和大哥一样私自定下伴侣，让我措手不得。雌性就算是别的部落带回来的，也是吃了增力寡的，和其他的雌性比身体好很多，可以生更多的崽。没见过，不认识。野哥不记得我了，但我一直记着野哥。1年前我从西部到寻踪狼部落的路上就一直记得，谢谢野哥把我带回来。寻踪狼部落的雄性和阿婆都很好，阿婆见他有伴侣就放弃了，可我还不甘心。1年前他的身影就留在我心里了。至于风野的伴侣，长得再好看也没用，不能生崽子。巨营狼部落一生只有一个伴侣，他这目光是想弄死我。我也是西部长大的，他看着野哥眼睛都不眨，分明是把西部抢伴侣那方用过来了。西部的有些雌性为了过得好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抢别人伴侣是常有的事，你可得把野哥看好了。之前想给风野找伴侣，现在又想把红雅说给风言，可红雅还想着风野，不能成。风野有伴侣了，风言和风鸣不用着急。巨熊狼部落里雌性也不少，我们不用担心。回去吧。这事闹的，唉，这雌性只谢大哥，云朵姐为啥那么说他？不管阿婆和这雌性想怎样，大哥都不会答应的。他从身后站到我身前，我的小伴侣知道护着我了。他的怀抱让我好安心。现在是你的，以后也是你的。
当初去西部，我记得巨新狼部落一共去了300多个雄性。他说这个干什么？所以我一个雄性也带不回来你们。既然你来谢我了，自然要去谢别的雄性。巨阴狼部城地盘比较大，挨着谢完，大概10天半个月。我会找一为难雌性的习惯，但你看青佑的眼神，让我很不爽。枫叶为了他伴侣这样为难我，有时间红雅一定会去谢谢他们的。只是这次阿婆带我过来是为了……我有伴侣，你已经看到了，说的不够切。回去吧。红雅，寻迹狼部落有那么好的雄性，回去阿婆给你选选。不，我不要。我知道野哥已经有伴侣了，严哥也要找伴侣，我想留下来。果然还是不死心啊！那眼睛看着枫叶干什么？不喜欢没看上，看热闹看到自己身上来了。你到底是喜欢我大哥还是喜欢我二哥？你是想勾引我们全家呀？大哥都有大嫂了还往上扑？我就是喜欢他，有什么错？野哥，你的伴侣怀不上崽子的，而我吃了增力果，可以生很多很多崽子。你现在有伴侣，我也可以。还真和我想的一样，想先除掉我再上位，是想让枫叶亲自动手。雄性动手就不是一回事了，不动手，别打错啊！气死我！明知道枫叶有伴侣还这样说，明摆着是想让枫叶弄死的。我还站在这儿呢，你胡说！只要你愿意，就可以去找族长给你们解除伴侣关系。我有这么好的伴侣，为什么要去解除？不要脸的玩意和不要脸有病吧！青佑和云朵说的对，打的也对。要是有别的雄性当着我的面想把青佑抢走，我绝对会弄死他。你只占着是雌性这个好处，你以后最好一直待在寻踪狼部落，别出来。我会想办法把你们送回西部，只要红雅不再来，就没事。完了，他还在生气，现在应该怎么哄？大嫂，大哥，现在已经没事了，我和二哥先回去挖山洞了。山洞早就已经挖好了，我就是想找个理由赶紧离开。现在的大嫂太吓人了。大哥，如果你打不过别的雄性，可以找我们帮忙。如果大嫂打你的话，可就别来了。我本来就是想让他们赶紧离开，好单独留下来哄青鱼，免得尴尬。没想到他们胡思乱想，居然觉得我会被青鱼欺负，真是我的好弟弟。野哥没那个意思，我可都看见了，你们可别吵架。我现在的平静都是装出来的。枫叶的话让我彻底绷不住了，我的表情绷得太久，一时没办法转换过来。云朵肯定怕我一时冲动，真的去找族长解除我和枫叶的伴侣关系。我知道云朵姐，你之前不是告诉我部落里的雄性一生只有一个伴侣吗？除非另一个伴侣死了才可以重新找。刚刚那个雌性说，如果雌性不愿意了，是不是真的可以去找族长解除伴侣关系？你可不要做傻事啊！部落里是有这个规定，但我从来没见过哪个雌性主动去找族长解除伴侣关系的。巨型狼部落的雄性对伴侣可好了，有这么一个好伴侣，是其他部落雌性想都不敢想的事，根本不会有雌性想到解除伴侣这个事儿。我一直瞒着青游部落可以解除伴侣的规矩，青游对部落规矩了解太少。现在青游问起这件事，我最怕的意外要发生了，我绝对不能和青游解除伴侣关系。平时最会说话，现在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说他不会哄人，却又知道拍我的背安抚我，刚本来就受的气早就全部消了。我没有生你的气。阿爷和阿婆，我也没有生阿爷和阿婆的气，他们不知道你和我结成伴侣了，也不知道带来的那个雌性会做出这样的事儿。阿婆就算嫌弃我，也只是指着你骂，并没有对我说过很重很过分的话。最重是他知道我是你的伴侣后，会让我想过和你解除伴侣关系。受生崽子本来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，这两样阿婆都没做，我确实没有什么好生气的。那你刚刚为什么问云朵那些话？云朵姐以前只告诉我部落的雄性一生只有一个伴侣，伴侣死了过后才能另找。我一生气，我也确认了也是这样。他的眼神说太严肃了，结果看到我雌性说不是发慌，我一定要解释清楚，不能让他误会我。我才不会因为别人几句话就和你解除伴侣关系呢。部落里可没有解除伴侣关系的，之前没有，以后也没有，知道了吗？云朵回来了。云朵姐从来没有这么慌张急促过，跑得这么着急，肯定是出大事了。叶哥，阿娘过来了，你让青幽陪我去躲躲。你连修阿娘都要因为追身的事反复折腾，没完没了。要不要和云朵一起去其他地方玩？我听云朵姐说过，修宁哥的阿娘一直不喜欢他。修宁的阿娘是不是骂你了？云朵姐性格直爽开朗，从来不会这般脆弱。
能让他哭成这样，一定是被修阿伯狠狠刁难了。云朵那么喜欢修宁哥，受了委屈也只能默默忍着。修阿婶之前有看好的雌性给修宁做伴侣，结果修宁从西蹦把云朵带回来没多久结成了伴侣，她不太满意，后来知道没办法，就一直催着他们生崽子。我们刚刚成为伴侣才没几天，阿娘就一直在我面前说，她刚刚和阿爹成为没多久就怀崽子了，还时不时的看着我肚子。来到这里住后，阿娘也时不时的找过来，越说越难听。修宁和他发火，他就挑修宁不在的时候来找我。去年热季我就心惊胆战的，今年韩寒怀了崽子，他肯定更不消停，说不定整个热季都会时不时的来找我说一顿。刚刚回去我隔得老远瞟了一眼，就认出了阿娘的身影，没回山洞就返回来了。我真是大开眼界，从没见过这么急切偏执的催生长辈。压力过大、心情抑郁、夫妻频次不当，都会导致难以受孕。修阿囊的逼迫，云朵姐更难烦了，心情也要放松，该怀上的时候自然姐就怀上了。青佑的这些说法我从未听过，雌性之间的悄悄话我插不上嘴，还是主动远离不打扰。次数哪里多了，一点也不多。我的意思是，一天之内次数不要太多了。大风季修宁要出去捕猎，冬季要给我取暖，冷着我不想动，这两个时节想交配也节律不成啊。不然你以为之前我为什么告诉你热季适合做生崽子的事儿？只有这个时间方便吗？你说话太多了，还好风眼离得远，不然我真的要尴尬到极致。青佑的不轻松不纵情强迫找伴侣，属实幸运。还有心情好不好什么的，阿娘不来还好，她一过来嘴巴就说个不停，我想心情好都好不了。如果让修宁哥装病，云宁哥会得陷入死局了。修阿婶偏执催生，两人无力反驳，长期高压只会更难怀孕。我必须想个办法彻底破解这个局面。如果让修宁哥装病，修宁哥会不会在意这件事情？会不会生气啊？是啥病啊？修宁哥没有什么病，这只是对外的一种说法，让修阿婆不会再来催你生崽子。虽然有些缺德，但管用。对付修阿婆这种执拗的性格，只能用这种特殊办法。只要修宁哥不介意，我就能彻底帮云朵姐摆脱催生的烦恼。这能行吗？现在不是能不能行的事，是这件事修宁哥会不会介意？如果他介意的话，这件事就办法最好，但不能勉强修宁哥。若是因此让他们二人产生矛盾，反而得不偿失。这个事儿咱们不用急，你先回去和修宁哥商量一下，如果他愿意的话，这件事就好办；不愿意再想其他办法。修宁不会在意这个事情，他之前也为这件事做了不少，只不过效果不太大。修宁做了什么？当初我指修宁专没有伴侣，给不出好办法，只能随口调侃。没想到修宁真的照做了，你回去问问他就知道了。你的这种事情也想得出来？野哥太会吊人胃口了，还总霸占着清幽。我好不容易和清幽说会儿话，居然被他全部听见了。这些点子都是我平时看电视学到的。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？很不错，这件事解决了，云朵也不用时常来找你。你和云朵慢慢往回走，我先去和修宁说一声，再去和阿神打个招呼，早点解决完，早点回家。清幽看着软软乖乖，心思听透，鬼主意还多，谎话张口就来，还能提前想好原厂退路。等忙完这件事，我再慢慢和他算账。清幽，我有点怕，感觉我说什么阿娘都不会相信的。我已经在风野那里知道了，修宁哥去年大风季的时候受了伤，修阿婶也是知道的。咱们就用这个来说事儿，不会露出破绽的。到时候你见到修阿婶，什么也不用说了，哭就行了，其他的我来。云朵姐看似开朗，实则格外在乎修宁哥，所以一直忍让修阿母，受了无数委屈。这次我一定要帮她彻底摆脱困境。阿娘，修阿婶，我是清佑，和风野是伴侣。这个我知道，部落里传遍了，看着根本生不了崽子，也就仗着是风野的伴侣，就是没见到人。云朵真是没用，还带坏了风野。修阿婶也去找修宁哥吧，我们一起。不用，我来找云朵的，有话和他说。修阿婶，你不是去找修宁哥的，我以为你知道他病了，特意来看他的呢。修宁什么时候生病了？听风野说，好像是去年大风季伤到的吧，伤到了大腿根部的位置，时不时的需要去阿婶那里拿药。前几天才去过，我都看见了。亲友怎么凭空编这种话？修宁根本没伤，我完全不知道他要做什么。你倒是哭呀！你不哭，修阿婶就不会胡思乱想。伤到大腿根部这话一说，阿婶肯定会往不堪的地方多想。我必须按亲友说的哭出来配合。我一定要哭得逼真，绝对不能露馅，不能白费清佑的心思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云朵，你说清楚，别动不动就哭。云朵刚来部落时，我百般驱赶，说尽难听话，她从来不曾落泪。今日哭得这般凄惨，定然是出了难以启齿的大事。修阿婶，云朵姐说起这件事就要哭个不停，你还是别问她了。伤到哪里，我也不太清楚。要不你还是自己去问问修宁哥吧，去问风爷也可以，他肯定会告诉你的。大腿根部受伤，长期吃药。云朵哭到不敢言语，难道真的是我心中猜想的那种伤病？
云朵，你和修宁成亲后多久没有同房了？昨天晚上我才和修宁同房，这话绝对不能说出口。我要怎么回答才不会露馅？有10多天了吧？云朵完全被修阿婶吓傻了。修宁是去年大风击受的伤，原本该说受伤之后再也没有同房，他偏偏说10多天前，整个计划全乱套了。修阿婶，你快别提这个了。云朵姐前不久还给我说了这个事儿，哭了1天，什么东西都没吃。这才刚刚开始就结束了，云朵姐还一直想着生崽子，这样下去可没有希望。原来如此，10多天前尚且能够同房，如今直接彻底不行，全是伤病拖累，难怪云朵一直怀不上幼崽。这就成了。风野叮嘱先让阿婶去找修宁，我们再跟上去查看情况，千万不能出任何奥子。这种计策只能使用1次。走吧，我们跟着去看看。一会儿我要不要说些什么？我从来没有做过骗人的事情，万一等下说错话，毁掉所有计划就彻底糟了。你还是别说话了吧，一会儿和修宁哥一样就唉声叹气的。修阿母问多了你就哭，你是雌性，这辈子因为伴侣有可能生不了崽子，肯定6神无主，就使劲的哭。亲友你放心，一会儿我一定哭着那边山头都能听见。这话实在太夸张，云朵根本把控不好分寸，要求太高反而容易闹出破绽。你就怎么惨怎么哭吧。你是不是伤到那里了？阿娘平日里对我一向极好，唯独对云朵百般严苛。看她这般焦急担忧，我实在不忍心当场戳破青玉想出的主意。去年大风季就受了伤，你是知道的，怎么又来问了？我是知道你受伤，但以为是一些小伤，过2天就好了。今天遇到风野的伴侣，才知道你伤到了那里，还说你不愿意吃药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这么重要的事儿你都瞒着，还不吃药，就没有比你更傻的。若是我早知道伤情这般严重，去年大风季我就直接搬来山洞陪着他，日日盯着他按时吃药，如今伤势定然早就痊愈了。去年大风季我确实负伤，可伤势只在后背和手臂，私密部位一点伤都没有。亲友想出来的这个办法胆子实在太大，我只能默默忍着挨骂。如果当场拆穿一切，一直被日日催生满心委屈的云朵就要独自承受阿娘全部的指责。宁儿，你这孩子就是太犟了，快起来和我一起去见巫医，去问问还能不能治好，可不能耽误了。你倒是快点啊，你自己的命根子你都不在乎。算算时间，风野现在应该已经和巫医沐雨沟通妥当，现在前去容易当场暴露破绽，必须拖延到天黑再去。还是天黑了再去，这种事情我不想被其他的雄性知道。我了解的，他不会乱说，风野也不是多嘴的人。现在就只剩下风野的伴侣和云朵了，你可要把云朵看好了，你就是太惯着他了，这种事儿也拿出去和别人说。你让风野回去和那个青佑说，让他第一时别出去多嘴。现在又牵连上青佑，整件事根源明明是他日日不停催生幼崽。要不是你天天催着云朵生崽子，他能委屈的去和青佑说？云朵脾气好，你说什么他听着就是了。青佑就不一定了，他会传到全部落知道。看着后背被诞下幼崽，延续虚部落血脉，这难道也算做错？我怎么可能提前知道问题出在修宁自己身上？看阿婶这副愁苦落寞的模样，整件事彻底成了。我们2人留在这里只会多余，趁早找借口离开避嫌。修阿婶，你跑这么快，应该渴了。我和云朵姐去摘一些果子回来，你先在这里坐坐。整个场面气氛这么严肃，他居然还敢露出笑意，纯粹拖后腿，差一点整件计谋全盘败来。你这下手也太重了，修宁都没这样捏过我。摘果子去，你一会儿再笑嘻嘻的，我可就走了。这件事成败就在此刻，我不能再随便捣乱，老老实实配合青佑就好。木野，青佑身体不舒服，我得招呼梁医生，我先走了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沈永斗，我们人权界谋表才多筹了，风野。这种缺德的办法你也想得生出来？修阿婶，你也知道，不想点办法，修宁和云朵没好日子过。
这件事不会传出去，我们不会说，修阿婶你更不说。哼，带我去找你阿白。不是，枫叶不会这么多。阿婶，青佑是云朵带回来的，你也知道，两人好的不轻。现在云朵天天对着青佑哭，他才想出这个主意。现在只差你帮忙了，要是不成，他那个性子你也知道，说不定会对着我哭好几天。要是哭得生病了，我只能带着他去你们的山洞里住着。现在可以了，以后再想出这种鬼主意，可别来找我。秀宁，我一定会尽快的怀上崽子的。以后阿娘不会过来催了，这个事情不急。枫叶说你不舒服，过来我看看。青佑没有哪里不舒服，那些话是我编的。阿婶，我的小肚子有些不舒服。小腹才会一直隐隐作痛。居然真的身体不舒服，我原本只是拿这个借口骗沐雨帮忙，没想到变成真的。最近几天别节旅了。是力气太大了，还是次数太多了？都有。这种私密的话题，师妹被排题该只长一白点破，枫叶还当众追问，实在羞愧到无地自容。修宁很猛的，刚和他成为伴侣，我的肚子有时也会疼，但时间久了就不会了。野哥的个子比修宁还高大，想来也不会差，以后你就知道其中的快乐了。大风季他们出去久了，你还会想呢。我本来想说我才不会胡思乱想，可云朵姐经验丰富，万一她说的都是真话，话一说出口很容易被打脸，还是闭嘴不说了。云朵姐说的津津有味，就跟播放动作片一样，我作为听众只觉得面红耳赤，实在无力招架。再继续听下去，我明天肚子肯定还要痛。还好枫叶回来了，我得赶紧跑出去。这些果子是阿婶特意让我带来给你品尝的。阿婶说好好休息几天就能恢复，但我还是坚持要拿草药。枫叶处处都在为我的身体着想，一点都不肯敷衍了事。尽管阿婶说好好休息几天就可以，我还是强烈要求拿一些药。沐雨被逼无奈，只好配了一些对青佑身体好的药，这些已经是他能想到的极限了。他们受伤一般是抓伤或者咬伤，把草药摘回来捏碎揉在伤口上就行。像这种需要熬的药没干过。现在用的石锅可比以前在现代用来熬汤的砂锅大了2-3倍。枫叶把水弄得满满的，草药直接放进去，想要有效果不知要喝多少。用不到这么多水，把草药腌着就可以了。阿婶说这个药有点苦，多少要喝一些，这样才好得快。青佑窝口小，吃东西一向很少，药的味道又苦涩，我不指望他能喝下很多，只要少量饮用，身体慢慢恢复就足够了。阿婶医术一向靠谱，之前带回的草药效果都很好，我完全信得过她。前几天和青佑分开许久，重逢之后太过放纵，次数太多才让他小腹疼痛受伤，往后一定要减少次数，不能再伤害到他。我先织2套布衣，之后再缝制厚实兽皮用来抵御寒潮。先备好2套应急，物资不够再慢慢制作，提早准备才能安心过冬。这药的气味鬼怪刺鼻，我之前还信誓旦旦说会多喝药，现在光是闻味道就难以忍受，心里只剩下后悔。这也太难闻了吧，我现在有点……你找一个远地方放凉，我给你拿过来，就难闻一下。看见他难受的样子，我于心不忍，特别想顺着他的心意放弃喝药，可阿婶叮嘱汤药对他身体有益，必须坚持喝下去，不能纵容他偷懒。长这么大，我从来没过这么难闻的气味，就算离得很远，味道依旧萦绕鼻尖，真担心等会儿喝药会直接吐出来。感觉好些了吗？还有没有那么难受？甜甜的果子终于盖住了汤涛又苦又冲的怪味，虽然喉咙和胃部依旧隐隐不舒服，但已经好受很多了。他的语气里全是自责。其实我安静躺着一点痛感都没有，只有走路的时候才会隐隐作痛。这点小事我没必要告诉他，免得让他更加愧疚。你现在说的话以后还算数吗？并不是我故意不信任他，从前
他也承诺过会克制，会听我的话，可每次到了关键时刻就彻底失控，根本没办法收敛。我实在不敢轻易相信。真的，我已经算过了，2天我们节律了12次，以后我们可以2天节律到10次，这样肚子就不会痛了。从12次缩减成10次，这根本没有任何区别。他绝对是故意说出这种话来气我的。还是别揉了，力气太大，越揉越疼。我已经把力道放到最轻了，居然还是让他觉得沉重。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下手，除了满心无奈，没有别的办法。小青幽，你最好没骗我。这个人的感知也太敏锐了，只是一句小小的谎话，居然被他一眼看穿。阿婶说的什么你忘了？不疼我能愿意喝这么苦的药？你撒谎，身体习惯性的要冰结。腹痛肯定是真的，只是并没有他说的那么严重。他刻意瞒着我，害得我白白跟着紧张担忧。说到底全是我的过错，才让他满心戒备，不敢和我讲真话。只是痛感不算强烈而已。他从来不会在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强迫我，靠在他怀里我格外安心，很快就困意上头。终于睡了，往后我一定护着你，再也不让他受委屈。你不是一直想去摘果子吗？现在天还没亮，我们可以早点走，等到太阳出来了，我们就能赶回来。那时你可以继续睡。他一直心心念念想要出门摘果子，眼下气温越来越高，只有凌晨出行才不会被日光晒伤。我特意挑选这个时间叫醒他。难怪他一大早就要出门，原来是惦记着带我摘果子。家里晒好的果干足够我吃很久，我早就放下这件事了，他却一直老好记着。看样子又是一整晚没有睡觉。可化成兽形全身都是毛，会特别热。家里的果干已经够我吃好久了，去不去摘也无所谓。他并不是不想出门，只是怕我化出兽形受热恐了，是不贴心。每天出去抓猎物也会化成兽形，短时间内不会很热。现在天没亮，不算热，一会儿垫在身下才不会很热。他的背脊宽厚安稳，晚风拂面，全程清凉舒适，一点燥热都没有，实在太惬意了。青友偏爱外形完整好看的果子，我不能摇晃树干，避免果子摔烂，只能慢慢摘取，保证每一颗都完好无损。虽然看不见果子样貌，可只要是风野说能吃，就一定没有问题。我安心装袋子就好。我安心装袋就好。怎么了？是不喜欢这种果子？不是不喜欢，是这么多已经够了。家里晒好了一些，不用摘很多。而且这种也不知道能不能晒干。先尝尝这个味道怎么样？如果喜欢的话，我们下次再来这里摘。如果不喜欢，那我们就去找其他种类的果子。我本身不太爱吃这类果子，但是部落里其他雌性都很喜欢，我的小朋友应该也会喜欢，所以特意带他来到这片果林。居然是没有绒毛的青桃子，果肉又脆又甜，我实在太喜欢了。这个好吃，怎么样？简简单单一个字，我一下子就明白了。他根本不爱吃桃子，专程带我过来，只是想让我吃得开心。太阳很快就要完全升起，青友皮肤白嫩细腻，只要晒上片刻就会脱皮，必须抓紧时间往回赶。外皮青色，果肉粉红，不仅口感香甜，长相也格外好看。回头我一定要问问云朵姐，这种果子叫什么名字？晒果的事情可以往后推，我现在有别的事情想去做。太阳马上出来，想去摘果子要等到明天。今天早上没睡好，先回去睡一觉。我想去摘辣椒，离这里很近。上次我和云朵姐慢慢走过去，大概用了1个小时。你驮着我就更快了，那时太阳还没有出来，不会很热的。你带我去好不好？平日里除了床上，他从来不会这样软声撒娇求人。大清早这般模样，实在让我难以自持。我明明只是求他带我去摘辣椒，怎么忽然就被他稳住，完全猝不及防。
走吧。大清早被他聊得心酒发烫，他想要的东西，我终究狠不下心拒绝。小青柚，其他吃的可以，但这个不行，这个不可以吃，也不可以摸。过来，回去了。这段时间他一直温柔纵容我，我都快忘了他原本的性子。一旦冷下脸，真的很吓人。不拿来吃，是用来保护自己的。大风季你不是要出去吗？要是遇到危险的雄性和雌性，我肯定打不过。但可以用这个泡水泼他们的眼睛，他们就看不见了。平时我不会去碰它的，不会有危险。云朵应该和你说过了，这个吃了肚子会疼，嘴会疼，摸了手还会疼。你知道还让我来给你摘回去。他笃定我会纵容他，才特意耍小聪明。明知道辣椒有毒，还想方设法让我妥协。大风季就算我要出去，这里也会留下雄性来保护你们。没有哪个部落会把所有雄性派出去，只留雌性守部落。还有，雄性化成兽形后，你也泼不到他们的眼睛。青柚最怕疼痛，一旦沾到辣椒汁水，皮肤肯定红肿刺痛。我绝对不能让他冒险。我们就摘一个回去吗？要用到它的时候，我会用木勺去舀，不会用手拿的。过来。这个真的是可以吃的，烤肉的时候放一些，味道会变好。冷的时候放一点在汤里面，可以暖身。以前我在家里的时候也会吃的，只要量合适，对身体没有害。过不了多久，部落会有增力瓜了，吃了你的身体会变好，不用吃这个取暖。你今天好凶啊！我这就算凶吗？我对旁人从来没有这么好的耐心，这就凶了。最好的脾气都用在你身上了。你相信我吗？我不会去碰它的。我不是不信任他，我害怕我外出捕猎时，他偷偷独自跑来采摘，不小心伤到细嫩皮肤。你是想到了我比云朵好说话是吧？能怎么办？自己的小彭玉再任性也只能纵容。摘吧，一个拿回去放着，一个我拿到阿婶那里，让她先看看能不能吃。在这之前，不要去碰它。我不会去碰它的。如果阿婶确定可以吃，我再吃。以后做成调料也让你来做。现在开心了？看着娇娇弱弱，一刻也闲不住。往后我一定要把她看得更紧一点。等一会儿再洗，现在水里还很冷。我根本没有出汗，全程被风野抱回来。他特别爱出汗，我蹭了一身汗液，味道不算浓重，可皮肤黏糊糊的，太不舒服了。天气太热，肉食野果存放不住，就连熬好的汤药也会很快变质，必须重新熬药。昨晚剩下的草药还能用好几天。昨天拿回来的草药呢？这片区域很少有雄性兽人前来，野兽也不会吃气味刺鼻的草药。草药明明放在这里，怎么会凭空消失？我太了解青玉了，如果不是他把草药藏起来，听到草药丢失一定会过来一起寻找，绝不会坐在这里装聋作哑。为了不喝药，办法挺多的啊。什么时候把这些草药藏起来的？我今天肚子早就不疼了，真的不想继续喝这种苦药，连着喝好几次，苦的我一口饭都吃不下去。可我又拿不定主意，能不能直接告诉他我的腹痛已经痊愈？那个药真的太难喝了，我不想再喝。阿婶也说了，就算不喝药，好好休息几天也会好的。再喝下去我真的会吐的，吃不了东西没力气，只能躺在山洞里，不能陪着你了。而且心情还不好，不会想和你说话。草药都是我趁着风野忙碌的时候偷偷拿走，藏在了隐蔽的远处。晒干的草药没有熬煮后的浓烈药味，就算他鼻子再灵敏，也未必能找到。不痛了就不喝，我又不会逼你。
你不舒服的时候，我什么时候没听你的？你要是听我的，我的肚子还会疼吗？以后会轻轻的。说实话，我一点都不信他的保证。现在是想要切水果晒着？水果干早就晒好了，是把辣椒晒出来。准备的很齐全啊，连晒在哪里都找到了。回来的路上和你说了什么，你都忘记了？没有忘记，要阿婶确定了可以吃，我才能吃。我现在也没有吃啊，只是把它切成块晒干而已。确定了能吃我才会吃。小型辣椒直接摆放就能晒干，可这一批辣椒个头太大，我不清楚果肉厚度，长时间堆放很容易腐烂变质。小晴佑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，不管是跑去采摘辣椒，还是想要切片晾晒，他打定主意的事情一定会做到。从前小胖满畏惧我的时候，我只觉得碍眼，如今他不再害怕我，我反倒害怕他去触碰危险事物。我要不要稍微吓唬一下他？有他陪在身边，再加上来到这片山林这么久，我早就不像刚来的时候那样胆小，连话都不敢多说。先在这里等等我，这几把骨刀都太小了，我去换一把大的来。根本没法吓唬他，是我一点点把他宠成现在这般无法无天的模样。要是再刻意吓唬，我真怕亲友闹脾气不理我。这骨刀被磨得很利，平时不要来拿这个。要切水果和肉，用那种小的就可以。听清楚了吗？知道了，我们早就有过亲密关系，可我对着风野总是忍不住犯花痴。这东西味道很呛，先别过来。风野身体素质这么强悍的呛人，我要是靠近，肯定更受不了。先放在这里晒干，我之后再来收，别去摸，不然不止手会疼，我还会收拾你。我肯定不会去摸的，仅仅只是切开，还没有下锅炒炒，气味就这么呛人，我不由得怀疑这种辣椒到底能不能吃，自然不会伸手去触碰。我去抓猎物回来，果子等我回来再切开晒干。你回山洞休息，我很快就会回来。今天他主动亲了我好几次，现在又突然抱住我的腰，实在反常。天天吃烤肉野果早就腻了，我本来想拉住他说出想吃别的食物，一着急抓手的动作变成了抱腰。你是不是想节育了？啊！阿婶昨天才说了，过几天才能节律，所以你要忍着，不然肚子会很疼的。我心里一直念着这件清友，只能强行句话说出来。我才不想呢！这个男人说话太过直白，什么话都能随口问出口，让人无从招架。确实是挺想的。刚刚你走得太快，我只是想拉住你，想说今天不想吃烤肉，我们去砍一截栗树回来煮着吃。现在青鱼吃的东西都行，只要没毒，想吃什么吃什么。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没有人把栗树一次性砍光，这种树砍多少就能长回来多少，资源源不断。山洞里还缺很多东西，趁着现在清闲，抓紧制作。我怕记不住，你先帮我记下来。我写的文字和兽人文字差别太大，容易出错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还是交给风野记录更稳妥。要准备什么已经说过很多次，我睁着眼睛也能全说出来。雄性和雄性之间找到对方就是靠吼的，但不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。幽默和幽灵列了一条黑条来，他们现在正在烤，让我们过去吃。黑条是什么？好吃吗？长得像蛇，不算难吃。青佑不一定想吃，但好奇想去看看。长得像蛇的我以前只吃过黄鳝，不是很喜欢。而且现在那边雄性多，家里不是要做东西吗？雄性多做得快。但这里又不像现代有那么多品种可以挑，有吃的已经不错了。也不知道为什么叫黑条。这东西只有在海域里才能活下来，热气剂会跑到边上来透气才能抓得到。不用害怕，它们不会往山上跑的。这么大的体型，还长得像蛇，说不怕是假的。以后没有陪着，可不能乱跑，我很惜命的。接下来，我们要着手准备打一批生活用品。我记得你的山洞里水缸、石桌、石凳、木碗全有了，怎么还要做这么多东西？青佑说了，大的长节树拿回来砍成一节一节的，可以装水、装果子、装野草，还可以装白圆球，反正什么都可以装。寒潮还可以装热水，在山洞里面洗澡。小的拿回来可以装烧开的水。青佑喜欢喝煮开过后的水。那烤肉的石板是什么？就是用做石锅的那种石头做一个石板出来，中间往里面凹一点，可以用来烤肉。青佑说现在这种石锅只适合用来炖汤。我问过风野了，以前长节树放在山洞外才会被冻裂，今年山洞里有了火炕，用它来装水再合适不过。其他做的东西做一次可以用好几年。做，我做。雌性不能出山洞的时候，用水和做吃的会很方便。还要砍一棵树下来做水瓢，方便舀水。
菜板用来切菜、切肉，木肠、筷子全是青佑说的，从头到尾都是青佑说的。香不香？闲不下来，根本闲不下来。这么几天看见风鸣和风言了没？没有伴侣想往哪里跑就往哪里跑，平时见不到他们。他们两个在不远处挖了山洞，过后就没见到了。我不用特意把他们叫回来，所有东西我多做一些就够了。黑条的肉烤出来很嫩滑，像鱼肉，而且一点也不腥，他很爱吃。家里也有碗，你不是不爱那个木勺？等下我多做一些出来。这些晚上还能吃一次，放到明天就不能吃了。过几天我再去弄一条回来。下午我们要去看砍长结树，你和云朵、涵涵待在一起，晚上我来接你回家。知道，上面现在热吗？一会儿我们先回去，把水果拿来切成块晒干。哪儿也不去，等着你回来。东西做好直接放在上面的山洞，不用搬来搬去。下午就不回这个山洞了。部落里的雄性、雌性经常互相往来。阿波家学会之后，很快就能传遍整个部落，以后大家都不用操心生活物资了。普通器具制作很简单，唯独烤肉石板质地太硬，需要一点点打磨，格外耗费时间。我早就习惯了空旷的山洞，现在这里实在太小了，要不要再扩大一些？和我化成兽形独自躺在山洞里比，抱着青笑睡觉才最舒服。不用扩建了，明天带青笑来看看，还需不需要做其他东西？趁着空闲，一次性全部做好。这些东西阿娘和优之都有，还带给海大小二。以前别说从这里拿东西走了，能不留下东西就很好了。现在真的不一样了。提前存好物资，做好保暖衣物，寒潮来临就能安稳过冬。这些厚的兽皮只有雄性才能戳穿，他却傻傻在这里用力，有点傻。这个兽皮真硬啊，在力量上面，不管在什么时候，枫叶都能给我绝对的暴击。那些薄的兽皮，你用骨针能穿过，但这些厚的需要雄性来才行。在捕猎的时候，有些猎物的皮，它们的爪子都不易划破，更不要说你小小的力气。想要自己亲手做一身衣服，看来是完全没可能了。有什么话直接给我说，给我比一个手势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很厉害的意思。什么意思？我以为你用骨针缝这个不习惯，肯定会缝得歪歪扭扭，结果比我做的好多了。成年以后就会做这些了。这种厚的兽皮，雌性是做不了的。为了能更好的照顾好伴侣，我成年后就学着做这些东西。阿娘以前穿在身上的兽皮全是阿做的，我们也是阿爹教会的，只是学会后就没有再碰过。现在有了我，没想到兽氏的他早早学会了所有温柔的手艺。刚刚还在说我厉害，转眼就打上了。我这是在给你捶背，怎么叫刚打呢？那声音倒是挺响的。这点力度对他来怕是和挠痒痒没区别。行，我的力气太轻了，还是去找其他的事做吧。他现在忙着做衣服，我能自己做的事就自己做，不麻烦他。刚烤的。我不让吃，你就偷偷摸摸的吃。阿婶说了可以吃吗？而且我只放了一点点，没关系的。阿婶只说没毒，没说可以随便吃。我早就跟你说的清楚楚，雌性质特殊，不能随意吃辣。你当时答应的好好的，转眼就不听话。吃，继续吃。不吃了，不吃了，我已经吃饱了。枫叶生气的时候最不爱说话，我千万不能再惹他了。他明明知道辣椒有暖身的作用，吃完浑身燥热就跑去泡水，现在越来越不怕我，越来越不听话了。枫叶，你先让我下来，我不舒服。今天不收拾他，以后更不听话。你别动手，我的力气根本比不上我面前这个人，压根拦不住他。我现在被按在这里，一动都动不了，委屈的快要哭出来。我本来想好要好好教训他，可看他动弹不得的模样，我实在舍不得下手。这块肉最厚实，轻轻拍打2下，应该不会弄疼他。枫叶，你快放开我，这上面很硬，烙着我疼。我要踹他压着我，我躺在这里，他一定直勾勾盯着我，羞得我无地自容。之前说铺了干草之后软多了，现在又觉得硬，这一巴掌落下去，一定会把他打红。我终究还是狠不下心。天底下哪有正常男人是他这个样子？我错了，以后再也不吃了。他每次认错说的天花乱坠，下一次依旧我行我素。张开。原来我是担心我吃下辣椒，嘴巴被辣肿起来。数量放的很少，不辣，我只放了1块指甲盖大小的辣椒，确认不辣才放了第2块。辣椒切得很碎，又晒干了，完全没有预想中辛辣。我就知道，嘴上说着不再吃，
转眼又跟我说辣椒不辣。尝尝，不辣，没骗你。又是这套撒娇的手段，每次我一生气，他就用这一招蒙混过关，偏偏我完全扛不住。怎么不辣？舌尖都是辣的。你全身的力气都拦不住我，别说是这双小手了，还总要来试试。我已经刻意放轻轻力道，还是把他弄得眼圈发红，嗓子沙哑。我不止脚痛，其他地方也痛，身上还没力气，腰现在还发酸。别骗我，我仔细检查过，你没有哪个地方受伤。先起来吃东西。你说已经下午了，大哥和大嫂怎么还在睡啊？二哥，要不你吼一声，我一喊大哥肯定会踹我，换你开口就没事。我们从天亮等到下午，再不喊，他们晚上都不会出门。那就继续等，反正眼下无事可做。有伴侣的人都忙着繁育崽子，难怪大哥一整天都不出山洞。二哥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个伴侣了？早点找伴侣才好。你不是看上了一个雌性吗？才被打一次就不敢登门了？打了一次我倒是不怕，就是我第二次去的时候，他们又收了其他雄性的猎物。小九站在旁边笑嘻嘻的，那态度比对我好多了。我还听住在他们旁边的熊一熊说，不管是哪个雄性送猎物过去，他们都收着。但小九就是不找伴侣，我肯定就不去了啊！我现在想通了，有那个猎物给大嫂吃多好，也给云朵姐和韩寒姐吃，就不给他们送去。先看看你是什么样的，部落里没有谁不知道你是什么德行，不愿意和你成为伴侣很正常。你还真以为是因为大哥的原因？谁都希望有一个打架厉害的哥哥帮衬着，要怪就怪你自己不中用。我当然知道是因为我的原因，那么说不是能让我显得受欢迎一点吗？要直接说雌性看不上我，那多丢人啊！要下次还有雌性看不上我，我就说是因为二哥不爱说话，别人不喜欢你，才不喜欢我的。大哥已经说了，下一次就轮到二哥了，这才公平。弟弟哪里有什么坏心思，他就只是傻而已。把地上的胖毛兽拿着，慢慢的下去。嘿，有武力赵高的哥哥很好，有我这个会带猎物给哥哥的弟弟也很好啊，我还是有点用的。我是不是运气最好？大哥只有弟弟，风鸣只有哥哥，而我有哥哥也有弟弟。哼，明明用力的是我，你怎么会累？谁说被撞的那个就不会累呀？妈呀，又射死了！雄性耳朵尖，他们肯定听见了。看来不用操心了。大哥大嫂，我说你们也太能睡了，我和二哥在这里等了你们一早上，你们要是再不出来，这胖毛兽就要臭了。大哥你不吃就算了，大嫂要吃，吃饱了再去交，再去睡嘛。伴侣羞得都快抬不起头了，整个人恨不得缩成一团。我也没有说错呀，你追我干什么？我就知道，只要不是什么重要的事，大哥绝不会追着我打。这种事经常发生，大嫂多见几次就习惯了。风鸣时常被打还这么皮，不去追啦？过不了几天风野和风岩就没对他下过重手，最多就吓唬吓唬。我也没什么好顾虑的。以后过来找我的时候，记得穿这种皮。以前别说管我们穿什么，就是我们吃什么，大哥也从来没问过。大哥有伴侣后，事情真是越来越多了。古针有吧？哦，那去找云朵，他们那里古针多。这种皮一看就知道是大嫂做出来的，这里怎么可能没有古针？偏偏大哥要让我去找云朵姐。大嫂，我来烤肉，我山洞里没有古针，给我拿一根吧。可以照着缝。阿伯早上让你过去一趟，不过应该不是什么急事。寻踪狼部落族长过来了。没有，他们每次过来动静不会小，我们不会不知道。应该是阿伯的山洞挖好了，让你过去看看。怎么粘得这么厉害？这些日子不缺肉吃，我还从来没有考虑过油的事情。可天气冷的时候要用油来炒菜。熊友我什么都可以吃，因为你吃过2天不雌性喜欢这里的肉。再烤的肉可以
你喜欢吃这个？直接烤着吃不喜欢，但他们可以熬油出来炒菜、烤肉，在烤肉之时半放一宿，肉在上面就不会粘住。行，以后弄回来的猎物这个地方留着。不过秦佑想要。天气这么炎热，两个人贴在一起，居然一点都不怕燥热。大嫂，我先回去了。天还没亮，我就让风言去找你，你自己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。天黑了，你也知道天黑了，现在我是叫不动你了是吧？来了就站在那看着，也不知道帮忙，越找越回去了。风鸣都比你勤快。如果是急事，你早就来找我了。看看你挖的山洞，早来晚来没什么不一样。这混崽子，早来晚来没什么不一样。这混崽子说的这副语气，真是气死我了。至于为什么不帮忙，山洞里被阿婶收拾的这么整齐，我也不知道你在忙什么，没什么好帮的。还有事吗？没事，我要回去了。走。快走！趁现在有时间，多拿些厚兽皮回去，给青油多做几件，让他换着穿。今天晚上不想睡？不用，睡不着也躺着吧，确实没什么事可干。现在太晚了，去找他们玩，怕是会被他的雄性记恨。本想带他去看曾立国，可他的眼睛不像我，在夜里看不清楚。算了，我快热死了，你别挨着我呀！被嫌弃了。可他身上又软又凉快，抱起来那么舒服，我忍不住啊。带你去上面的山洞看看，还有没有什么要做的？灶上放着石锅，切菜的骨刀和菜板就在旁边，连烤肉的专用石板都有，水缸靠着灶台，用水也方便，真好。吃饭的家伙都齐了，我已经能想象到自己坐在这儿享受美食的样子了。还好有这种树，不然还要让风野费劲编竹筐。这些晒干的木头正好可以用来做各种用器，那就是火炕。等白来球可以摘了，多弄些回来铺上，就有软软的床睡了。兽皮也叠得这么整齐，这水缸真大，必须在大风季前存够水，这样就算风野外出也不用担心我了。这里总算有家的样子了，心里满满的，这种感觉以前从来没有过，让我很高兴。行吧，想不起来就慢慢想。以后要用到了再增加。我的伴侣真可爱，之前怕我饿着它，现在又怕我冷着它。之前砍的树外面还堆了一些。修宁去年只砍了一棵上面上翘的树枝，但超级够不用，到现在没烧完。今年就算有火炕，也就是多砍几棵树的事。家里的石缸在我走之前会把水装满，足够用很久。合着你抱我的时候就不热，我抱你就会快被热死了。这怎么解释？我抱他虽然热，但能忍。他抱我是真的热得不行啊！现在看完了，可以回去睡觉了。那个水缸里面的水你怎么弄回来的？我明白，为了躲我，他打算让我大半夜去提水。我才不傻，抱着伴侣睡觉不好吗？完了，这架势！我可以把长节树中间打通，前面放小的，后面放大的，这样可以把高处的水引下来，你不用去提水回来，很方便的。我不用提水，直接举着水缸去把水装满，再举着回来就行。我说了半天，他一句举着水缸来就把我秒杀了，那样很重。不重。风爷，你是不是吃饱了没事干？大半夜的砍什么树？这吼声，风舟发飙了。你这个混崽子，才搬来第一天就不消停。以前你自己乱来，跑这儿来撒野，现在带着伴侣一起胡闹，他就不会走的。阿伯，是我让他来的。完蛋了，这大半夜砍个树，怎么把阿伯引来了？他难道长了顺风耳吗？不能让风野替我背这个黑锅。哼，清幽，你不要为他说话，他是什么样子我还是知道的。大嫂、大哥，这是风阳、风月、风云、风火和风川。天哪，怎么来了这么多灯泡眼？这黑灯瞎火的，谁是谁啊？完全对不上退。青佑看不见，你现在说，他也不知道谁是谁。他果然是来帮我解围的，虽然话不好听，但真的说到我心坎里了。你想要砍树，什么时候不能砍？偏偏要大半夜。其他山头的雄性正在问这里是怎么回事，你好好的和他们说。果然来了，这些家伙耳朵倒是灵。出来，告诉他们这边没事。阿伯，这种树可以把中间打通，能把上方的水引下来，以后雄性不用出来提水了。没想到动静这么大，以后我们全白天做。没事，原来是为了部落，倒是好主意。这小子从不错。可是感觉完全不敢说我是因为害怕回去睡觉才来砍树的。祝丰州中阳，
是。想笑就笑，不用憋着。听到我被骂是不是挺高兴的？晚上是不是不能闹出太大的动静？你们之前半夜挖山洞也没事啊。挖山洞动静不大，热秀气兄弟动静没什么。刚刚问冯的坏不是坏，海大几兄弟和幽默，除非有声响会影响他们，否则他们不会管。只有他们的询问技留下的雄性想要随时注意动静，他们越警觉，说明清幽越安全。我们山洞上面也有泉水，我们也回去弄。不急，我们还没有伴侣呢，以后再说。哥，你看咱们那儿也可以弄一个。寻租狼部落的族长，他来做什么？寻踪狼部落，就要不要去看看？你怎么突然跑回来了？寻踪狼部落族长过来了。以前去换增力果的时候全是雄性，我一个雌性过去会不会不太合适？我跟着过去会不会不太好？我跟着过去会不会不太好？有什么不好？你以前骗我那些话正好用得上。寻踪狼族长要是不同意，你就拿那些话对付他。增力果嘛，骗得越多越好。这怎么能叫骗？那是用技术换来的。技术最初就换一半，多的就得靠骗。瞧是我这般就想话的人，我可不能忍。附近其他部落有没有特别缺的东西？一会儿寻迹狼族长要是不愿意，我给他制造点危机感。随他便，他确实有点恼火。你笑什么？分明是想帮忙，偏要装的运筹帷幄，只是想让他看看新鲜而已。南边那个部落去年寒潮冻死了2头幼兽，西边食料多但缺盐。这些你怎么都知道？你以为我天天在部落里闲着？这个男人看着大大咧咧，心思比谁都细。别一直走，晃得我眼花。我们共同在兽神面前发过誓的，就这关系，要多少增力果你直接说，别让风野那小子来。是风野想出来的，我做不了主，连我们部落雄性要学他都逼我发誓，说这事儿得他来定。你是他阿伯，是族长，我不答应的脾气，你条件他能憋着不说。一会儿他来了我就走，你自己跟他说。丰州越是这么说，我越慌。丰州狡猾，风野更是出了名的不按规矩来。他们故意让我知道火炕的事，这是盯上我的增力果了。可我拒绝不了。我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荀悦今晚谈成什么样我都不操心。在这方面他心眼多着呢，吃不了亏。你是族长，这些事你要知道的，可别走。哼，他们部落不容易，我巨丘狼部落就容易了。至于风野和荀悦谈的怎么样，我一点也不担心。在这方面，风野心眼多，不是一个会吃亏的。这就是大热天的那个凶狠的雌性，怎么还抱着？看着他没长脚吗？坐好。红雅头上的伤就是他打的，风野他阿爷还特意叮嘱看好红雅别出部落找死，肯定不好惹。热季过了一半，大风季部落雄性大多要捕猎，直到晚了寒潮前不一定能做好。我是看在2个部落一起在兽神面前发过誓，永远不会背叛的关系上，才先来寻朝博换。话已经递到了，急的人是他不是我。增力果要定了，但怎么要多少，得慢慢。一直站着实在太煎熬，我必须冷静下来。直说吧。以后每一年所有增力果我们要6成，这个数目是我和青佑在路上敲定的，再多对方绝对不会答应。就是100个增力果要分给我们60个，若是树上结1000个，就要给我们600个。往年我们带着兽皮生下气去交换，都未必能换到增力果。好话都说尽，还要看对方脸色。如今终于轮到我们掌握主动权了。你说要换多少？我明明提前做好了心理准备，可听到每年都要交出6成果子，我根本没办接受。只交今年的6成，我还能咬牙扛住。年年如此，绝对不行。巡逻没有听错，是让后每一年都要按这个数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能从中型壮大成大型部落，全靠着增力果支撑。就算这样，我们族群数量依旧比不上巨青狼部落。这件事不用及时，部落人根基都不出造不摇。巡伯可以先回部落，和族里的雄性好好商量一番。他们没有拒绝火炕的底气，这笔交易他们一定会答应。丰州，你身为族长，也是同样的想法吗？是。